1刻钟后，昭昭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钟永侯府的后院。小老鼠啊，你确定这里就是坏姨姨的房间吗？昭昭表示不太相信，刚才他已经被他带着走错了好几回。哎呀，谁让叔叔我上次来都是2年前的事了，有点记不住。不过叔叔保证，这里绝对是温宜欢的房间。红衣和荔枝也猫着腰，好奇地往里面张望。小郡主，我们这是要去做什么？我要找到坏姨姨的房间。小郡主找到房间做什么？坏姨姨想要害死昭昭，昭昭让她当众出糗，不过分吧？嘿嘿，等会儿见到坏姨姨，就让小老鼠去吓唬她，让所有人都瞧见她被马蜂蛰过的大猪头。不过分，不过分！他们找的那群流寇就是从扶风山上下来的，他们无恶不作，坑蒙拐骗，残害妇幼，能和这样的流寇有联系，钟有侯府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，等他们来抓小丫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着过去，把他们的贼窝给端了。你们认真的？房间里，苏慕瑶趴在温宜欢的怀里。娘亲，这芙蓉膏根本没用，女儿脸还是这样，只要女儿戴我怎么见人？哎呀，娘亲都带着素纱，你就不能戴吗？可是今天一周哥哥也在，女儿不想让他看到女儿这副模样。面纱遮着，他能看见什么呀？行了，赶快把衣服换了去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苏慕瑶有些不情不愿，还想拉着温宜欢的袖子撒娇，被对方狠狠抽回了衣袖。你若是今天不想出门，那就留在房中吧，左右不过到时候我与你父亲说你受了风寒。娘亲，女儿现在就去换衣服。说完抱起衣服就走。都怪那个今日若是在一周哥哥面前出了洋相，定要他好看。苏慕瑶拿着衣服走到里间，刚准备换上，赫然与床上的小老鼠来了个四目相对。你好啊！娘亲，有老鼠！旋即他不管不顾地冲出来，跟在他身后冲出来的还有好几只小老鼠。温宜欢哪里见过这么多老鼠，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下一秒，更多的数不清的老鼠从房间里涌出。相公，有老鼠！他吓得转身就跑，连身后的苏慕瑶都顾不上了。苏慕瑶跟不上他的脚步，哭得那叫个凄惨。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宾客们的注意。温宜欢和苏慕瑶还在尖叫，脸上的素纱掉了都没注意。他们猛地冲进人群，抓住人就喊：有老鼠啊！好多的老鼠！鼠妖！温宜欢犹如晴天霹雳，呆愣愣地伸手去摸脸上的素纱。我的面纱，这不是我！你们不许看，都给我把眼睛闭上！哎呀，哪里来的猪妖啊！本夫人告诉你们啊，这里可是钟永侯府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对，你们别过来啊！再敢上前一步，小心我们跟你拼了！娘亲，老鼠又来了！这群人不让他们过去，身后的老鼠们又追了上来，这是想害死他们吗？成群结队的老鼠好像蝗虫过境似的朝他们蜂拥而至。这钟永侯府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啊？蛇！那里还有蛇！在场的贵女夫人见到这一幕，惊慌失措地往外跑，有人冷不丁地摔了一跤，恰好与地上的小蛇四目相对。蛇呀！谁知成群的小黑蛇好像瞧不见他似的，绕过他朝前追。不咬我！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？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，无论是老鼠还是蛇，竟然都不咬他们。慢慢的，这些世家小姐和夫人都停了下来，警惕地盯着那些鼠群和蛇群。只见数不清的蛇和老鼠竟然将温宜欢和苏慕瑶包围在里面。娘亲，我怕，瑶儿怕！苏慕瑶咬着唇，惊恐地哭着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被吓得尿裤子了。闭嘴！别说话，万一激怒了他们。这是怎么了？钟永侯浑厚的嗓音从人群外响起。等他推开人群走到里面时，顿时惊得后退一步。怎么这么多蛇鼠啊？祖父救我！温宜欢也瞧见了跟在他身后的苏怀瑾。相公，快救救我们啊！夫人，瑶儿。他喊完，拔剑就要冲过去救人。不等他靠近，那些小老鼠和蛇群就嗖不见了。有人这时才反应过来，难以置信地指着倒在苏怀瑾怀中的人。那刚才那只猪妖是世子夫人？哎，那个小的岂不就是今天的主角苏慕瑶？温宜欢浑身颤抖，脸色都白了。苏慕瑶更崩溃，他最喜欢的益州哥哥也瞧见了他这副尊容，吓得路都不会走了。摄政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戏谑地瞧着钟永侯府的人。侯府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，竟然招来了这么多的蛇鼠。难不成苏小姐是什么灾星转世？不是吗？昭昭是
那就让你当人人唾弃的灾星吧。摄政王这是何意啊？爷爷当然是字面的意思啊。爷爷，你看着也不像是老糊涂的模样，怎么连话都听不懂啦？还不如昭昭呢。昭昭说完还有些不解地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为什么是灾星转世啊？难道他现在不是灾星了吗？是本王说错了，他呀不是什么灾星转世，而是灾星降世啊！裴荣景！突如其来的怒吼令众人皆惊。苏怀瑾，你敢直呼本王之名，是在蔑视皇权啊！围观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藐视皇权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苏世子他不要命了吗？我看他就是仗着自己父亲是钟永侯，才敢如此放肆，也不怕摄政王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失去理智的苏怀瑾才心底一慌。王爷恕罪，是在下一时情急，才会冒犯了王爷，还请王爷大人有大量，宽恕于我。宽恕？钟永侯即便心里气得要死，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求情。王爷，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怀瑾呐，实在是王爷刚才的话太过吓人，才让他一时情急失了分寸。王爷，您何不高抬贵手，原谅了他？然而他这话怎么听怎么都像在怪罪摄政王。早就听闻钟永侯仗着自己是裴先帝打江山的老臣，对皇室这些后辈并没有多少敬畏之心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如今前朝尽数被两侯两王把持着，唯有摄政王是站在皇帝那边的。哎呀！裴荣景周身的寒意越来越浓重，压抑的众人喘不过气。就在众人以为摄政王要当场发作时，他身上那股寒气陡然消散。他抬起眼皮，似笑非笑，明明在笑，却让众人毛骨悚然。瞧把侯爷吓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王要杀了他呢。那不是吗？昭昭眼睛咕噜噜一转，哼，他次次都失了分寸，不尊敬爹爹，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世子的？还有，你们钟永侯府什么时候才能把欠昭昭的5万两黄金还给昭昭呢？钟永侯面若寒霜，这怎么把他们欠钱的事情当众说出来了？等宴会结束之后，本侯就还。你们该不会又在拖延时间吧？怎么会呢？其实你们也可以不用还，只要你们承认他是个灾星，昭昭就不用你们还钱了。钟永侯府藏金子的地方，小老鼠早就告诉他了。小老鼠说了，那里面都是些不义之财，他要将这些钱全部偷出来，还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灾民。哼，你真是歹毒，竟然想害我瑶儿！我瑶儿才不是灾星，说不定那些蛇鼠都是你引来的，你才是灾星！你克死了你娘，你还……荔枝二话不说，上前对着温一欢的脸左右开弓。小郡主乃是皇室血脉，代表的是皇室的脸面，其实你可以随意智慧的。红英直接掏出短刃威胁道：再有下一次，我先割了你的舌头。苏怀瑾气得面色铁青。王爷，您就不管管吗？让您的人就这般欺辱我的夫人。令夫人不会说话，本王的人替你教训一下。你不谢谢本王，还要来怪罪本王。苏世子，你的夫人当众诋毁本王的女儿，本王没将她凌迟处死，已经是很给侯爷面子了。只是被打了几巴掌，又没有将她打死，本王已经很仁慈了。你说是吗，钟永侯？他说罢，转向钟永侯，眼底裹挟着森冷的寒意。即便是征战沙场的钟永侯，也被他此时的眼神吓了一跳。王爷说的是。爷爷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是现在给昭昭还钱，还是承认他是灾星呢？如果爷爷实在钱多，想要还给昭昭的话，那也可。苏怀瑾，给钱。苏怀瑾自然不想说自己的女儿是灾星，他阴沉着脸转向温一欢：你把钱藏哪了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不能给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真的要为了5万两黄金毁了你的女儿吗？苏怀瑾朝身边的小厮道：去夫人的房间里搜。温一欢顿时面如死灰。半刻钟后，小厮颤颤巍巍地回来了。我回禀世子，全都搜过了，并未见到银票。苏怀瑾的脸色彻底黑了，他2步走到温一欢的跟前，说：你究竟把银票弄到哪去了？我你难道当真要你的女儿顶着灾星的名头，让她以后都嫁不了人吗？娘亲，你快说呀！瑶儿不想当灾星。温氏，你若是再不说，休怪我今日便休了你。不能休啊！温一欢从未见过这样的苏怀瑾，心中慌乱如麻。给温家了，我弟弟欠了赌钱，我
他怒不可遏地一脚踹在温逸欢的胸口。好啊，好一个温家！温逸欢，你当真让本世子小瞧你了？钟永侯面色难看到了极点，那可是5万两黄金，他卖了多少田庄和铺子才凑出来的，他竟然全给温家了。父亲，别看为父现在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父亲，你不是还有，你给本侯住嘴！钟永侯面色瞬间煞白，这个畜生，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？万一暗室中的东西暴露出来，整个钟永侯府就完了。那可都是赈灾的粮款以及贪污所得，他以为我不想拿出来吗？那些金银上全都是官印，如今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溶解掉，怎么能拿出来呢？钟永侯心中叹了口气，转身看向昭昭。当真，只要本侯承认瑶儿是灾星，你就把欠条还给本侯。昭昭说话算话哦，可不像某人欠了钱还要一拖再拖。苏怀瑾脸上臊得慌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钟永侯一咬牙，好，本侯说。苏慕瑶脸上恐惧到了极点，祖父他这是要放弃他了吗？苏慕瑶，他就是个灾星。钟永侯咬着牙说完，夺过欠条，一甩衣袖，阴沉着脸走了。他侯府的颜面全丢尽了。钟永侯都亲自承认了，看来当真是个灾星啊！不承认又能怎么办？那可是5万两黄金啊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是不是灾星，怎么可能会引来那么多蛇鼠呢？就是，这以后咱们可要离他远远的，免得给咱们沾染了晦气。可不是，以后谁娶了她呀，谁倒霉，说不定还会祸害了全家呢。原本还想着跟苏家结亲家的翰林院夫人，当即尴尬地冲温逸欢笑了笑。本夫人忽然想起来，家中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今日就先回去了。晚宴本夫人就不吃了。本小姐还要陪祖母诵经，也先回了。哎呦，我家的狗快生了，我还要回去帮忙接生呢。不出半刻钟，来参加宴会的人就走得所剩无几。温逸欢险些被活活气晕。王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本王上了礼，还没吃过晚宴，为何要走啊？就是，昭昭还没有偷走钟永侯府的金子呢，才不要走呢。等会儿宴会开始的时候，就让小老鼠们去偷金子。叔叔可是说了，钟永侯府的地库通风口刚好可以容纳他们过去，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，他们就能将金子从通风口沿着地下河道直接运到王府去。苏怀瑾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。裴荣景瞧着他有苦不敢言，憋屈又不能发作的模样，心情大好。走，昭昭，爹爹带你去吃席去。好耶，吃席，昭昭要吃大鸡腿。给你，都给你。裴荣景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整场宴会吃的那叫一个鸦雀无声，全程只听见昭昭和摄政王的声音。30几桌的宴席就坐了寥寥几人。这场令人痛苦发指的宴席，一直到昭昭吃饱了才结束。爹爹，昭昭席都吃完了，这会议怎么还不动手呢？难道是昭昭一直在爹爹身边，他们不好下手吗？自然是要给他们创造机会。你稍后跟荔枝姐姐走，本王已经找人假扮了你。不要，爹爹，你就让昭昭去吧，昭昭比别的小朋友更厉害。昭昭，听话。裴荣景的语气少有的严厉，昭昭吓得小脑袋一缩，有些不敢反驳。那昭昭就听爹爹的吧，大不了等回了王府，就找大黄和皓月带我去。裴荣景知道他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，根本不给他机会。荔枝，你现在带小郡主回去，全程盯紧了，不许他离开你的视线半步。属下遵命。半刻钟后，昭昭假意净手，跟着红英和荔枝离开了宴席。再次回来时，身边只跟着红英一人。裴荣景将昭昭抱在怀里，旁若无人地离开了钟永侯府。回王府的半道上，一群乞丐忽然涌了上来，拦住了马车。贵人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。哎呀，给点吃的吧，我们已经3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我饿，我好饿呀，给老子吃的。不准过来，再敢靠近半分，小心刀剑无眼。带头的乞丐是个中年男子，他目光阴沉地与身旁之人对视，下一秒从怀中抽出短刃冲了上去。冲啊！谁抢到吃的就是谁的。跟在他们身后的乞丐只当真的有吃的，不管不顾地冲上去。燕雨和红英一左一右和2个假扮的乞丐打作一团，剩下的人掀翻了马车。叽叽，昭昭刚跨进王府，小老鼠嗖的一声窜到了昭昭肩膀上。好多黄金，
把王府的大厅都堆满了。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提着裙子往里跑。小郡主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看堆成小山的金子。荔枝满头雾水。然而，等他跟着追到大厅时，整个人都呆若木鸡了。不仅是他，就连那些守在这里的暗卫，扑通扑通的下饺子似的落下来。金子啊，好多金子啊！这小郡主，王府哪来的这么多的黄金啊？这是中永侯府的金子。中永侯府？中永侯府的金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府呢？而且中永侯哪来这么多金子啊？我也知道吗？有个暗卫走上前，伸手拿起其中一锭金子看了眼，这上面有块印，这是3年前赈灾款丢失的黄金。荔枝闻言顿时一惊，忙不迭是上前查看，还真是赈灾款项。江南水患淹死了不少人，良田尽毁，就等着这批赈灾款救治，谁知却遭遇山匪抢劫，尽数夺了去。当年负责押送赈灾款的人就是钟永侯的人，原来他竟是监守自盗。哼，好一个中永侯府，原来当年的赈灾款竟是被他给贪没了。这件事必须立即去禀报王爷。昭昭做贼似的趁荔枝他们震惊之余，悄悄地离开了大厅。扶风寨，看着吧！昭昭刚钻出狗洞，就瞧见了等在外面的大黄。他笨拙地爬上大黄的后背，抱着皓月出发。小老鼠充当了向导，不停地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，很快追上了那群流匪。那群人都是做了平民装扮，将一个穿的和昭昭相同裙子的小丫头挤在中间，正脚步匆匆地朝扶风山的方向赶。二当家，我总觉得这次得手是不是太容易了些？这丫头的身份一看就不简单，她的家人怎么没来追？追？温家小姐说了，这个丫头就是个野种，死了娘后才被有钱人家给领养了。一个养女，谁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救她？二当家说的也是。小丫头全程低着头，乖巧得很，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。瞧这小丫头吓得一声不吭的，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事儿。她哭喊有什么用？还能从我们手里逃掉不成？不过这丫头吃什么长大的？不是说只有4岁吗？咋长这么高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7岁了呢。管她吃什么长大的，到了我们扶风山就只能喝西北风。昭昭目光从后面落在那个替身身上，越看越熟悉。啊，爹爹从哪里找来的替身啊？怎么找了个这么大的孩子啊？这群土匪竟然都没有发现不对劲儿吗？小丫头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偷偷跟着吗？现在地势平坦还能跟上，若是到了扶风山，以你的速度肯定会跟丢。昭昭忽然眼睛咕噜噜一转，谁说昭昭要自己走啦？嘿嘿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昭昭拍了拍大黄的脑袋，从他身上跳了下去，又将皓月放在他的后背上。嘘，别出声，等我跟着他们走远了，你们再来找我啊！大黄吐着舌头，只能疯狂点头。小老鼠嗖一声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。叔叔，我体积小，他们发现不了，我跟着你，方便出去通风报信。昭昭想了想也是，就同意了。待大黄和皓月藏好，昭昭弯下腰，在地上抓了把泥糊在脸上，然后装作一脸惊慌地冲出去。救命啊！有狼啊！救命啊！有狼！昭昭跌跌撞撞跑向土匪们，原本低着头的替身听到声音，迅速抬头，跟跑来的昭昭与之四目相对。六哥，爹爹找的替身是六哥哥，还别说，六哥穿女装还挺好看的耶。裴昭堂眼底浮现惊恐，昭昭妹妹，皇叔不是说他已经回王府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昭昭尴尬地扯出一抹笑，嘿嘿，嗨，还有心情笑出来？他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？这可是恶贯满盈的土匪。糙汉见到昭昭，眼睛猛地一亮，立即朝二当家使了使眼色。极品小妞啊，长大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，赚大了。小丫头，这里是郊外，可不是山里，哪里来的狼啊？你该不会是被狗给吓到了吧？是狗狗吗？可是好大好大的，昭昭还以为是狼呢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一个人？你的家里人呢？昭昭闻言，脸上闪过难过。昭昭是孤儿，没有家人。糙汉闻言，顿时激动的不行。二当家却深沉的眯起了眼眸。他低头打量了眼昭昭身上的衣服。你的家人都死了，我看你身上的衣服不便宜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糟糕，
衣服都是爹爹买的，布料一看就是上乘。昭昭绞着手指头，忽然眼睛一亮。我是从后山乱葬岗的死人身上脱的。他说完，立马惊慌地抬起头。昭昭脱那个姐姐衣服的时候，给她磕了好几个头呢。她同意了昭昭才脱下来穿的。昭昭真的不是坏孩子，真的没有去偷别人的衣服啊。这小丫头胆子不小啊，死人的衣服都敢脱。真的是我的昭昭妹妹吗？她胡说八道的能力是跟皇叔学的吗？我也没见皇叔有这项技能啊。昭昭成功地混入了这群土匪中。妹妹，你不想给六哥一个解释吗？六哥啊，昭昭说这是个意外，你信吗？我回去就告诉皇叔，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多意外。六哥，你不讲武德！糙汉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说什么呢？给老子走快点！昭昭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爹娘都死了，你哪来的家？你胡说！我家里还有养的大黄鸭呢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裴昭堂诧异地看着他，妹妹这是又打算干什么呀？皇叔啊，你们到底还有多久才来啊？难道真的要等他们上山了才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到了我们扶风山的地盘，你休想回去了，乖乖给老子回寨子，否则……糙汉威胁的话还没说完，昭昭立马不哭了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让昭昭跟你回去也可以，你们抬昭昭上去，昭昭走不动道了。哼，还敢威胁老子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来，打这儿，照着脸打，等昭昭的脸毁容了，你就卖不到好价钱喽。他说完，一屁股再次坐地上。哼，反正昭昭走不动了，去让昭昭累死，你还不如打死昭昭呢。糙汉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还是第一次见土匪被反向威胁的。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，被二当家猛地拉住。这小丫头说的没错，你要是打伤了她的脸，可就不值钱了。城中有很多有钱人家就喜欢买这种小女童回去玩弄，尤其是像她这样芙蓉面容的，那些人更加喜欢。那就真有他这么危险？一个小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你去找一辆马车来。不是，二当家，你还真给他们？快去！二当家不悦地呵斥一声，糙汉只能咽下口中的话，不情不愿地去找了辆马车回来。马车走到山脚下就走不动了，最后还是土匪们背着两人上山，折腾到后半夜，他们才终于到达扶风寨。寨子门口守夜的人一见到来人，立即举着火把走了上来。哎，是二当家回来了。二当家疲惫地摆了摆手。大当家的睡下了没有？哦，应该是睡下了。去，请大当家的到议事厅，就说肉票绑回来了。昭昭和裴昭堂被带着丢到了扶风寨的议事厅，二当家安排了人看管他们后，就带着人出去洗漱去了。小老鼠从昭昭的怀中钻出来，小丫头，我出去找别的小老鼠打听情况，很快回来。你小心点哦。裴昭堂听到声音，茫然地转过头。妹妹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呀？我在自言自语啊！六哥，这扶风寨是不是很有钱啊？金碧辉煌的。你看那柱子上的是金粉还是金子做的呀？裴昭堂随意地瞥了眼，对扶风寨的柱子没兴趣。小老鼠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七七，小丫头，叔叔打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。快说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扶风寨的大当家是个十足的变态，就喜欢虐杀年幼的男童。他小时候爹死得早，只有他娘将他拉扯大。为了养他娘经常出去卖，赚了钱就喝酒，动不动就打他，所以他从小就心理变态。长大后就开始也跟他娘似的，喜欢虐杀幼男。不过他最害怕的就是他死掉的娘。叔叔还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。棚子里的老黄牛说，他小时候他娘最喜欢叫他跪在地上扇耳光，大骂自己是小。还有什么？小老鼠和昭昭猛地一僵，倏地回头看他。裴昭堂后知后觉的满脸震惊。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小老鼠说话啊？昭昭和小老鼠齐刷刷点头。六哥，难道你也有了神通？我也有了神通吗？他动了动挨着昭昭的脚，兴奋的眼睛都红了。原来我也是天选之子吗？回去我就告诉大哥和二哥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就让小老鼠去偷扒他们的小秘密。六哥，你还好吗？好，非常好，从未有过的好。完了，六哥好像有点不正常了。门外传来了几道脚步声，紧接着大门被推开。为首的男人约莫40来岁，身影消瘦，眼窝深陷，带着股阴狠气息。这就是你们几个抓回来的货？是的，大当家，那个高一点的是温家那边上抓的，另外那个是半路上自己撞上来的。大当家眼底闪过满意，他刚抬腿准备走过去验货，只见昭昭猛地站起身，你给老娘跪下！
大当家身体猛地一震，条件反射的扑通一声跪下，双手不受控制的开始扇自己。我是。裴昭堂吓了一跳，妹妹，你干什么？昭昭偷偷回头冲他眨了下眼睛。大当家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干嘛对个小娃娃下跪啊？林黑豹猛地从回忆中回过神儿，他刚才干了什么？林黑豹浑身一震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。好你个，你竟敢算计你爷爷！看老子今天不将你们大卸八块！裴昭堂身体一抖，林黑豹，你给老娘看清楚，我可是你娘，你竟然敢骂你娘是我看你是皮紧了，想尝尝老娘的皮鞭炒肉。昭昭目光瞅准一旁的扫帚，3两步冲上去抓在手中。看老娘今天不把你打得3天下不了床！我娘早就死了，你一个4岁没断奶的，还敢冒充老子的娘？老子现在就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昭昭猛地刹住脚，这林黑豹怎么回事？不是最怕他娘吗？林黑豹，我可是你娘，你娘我带着记忆投胎了。小老鼠在他头顶窝着，不注意看，还以为是个毛茸茸的头饰。哎呀，不要怕，他现在还敢这么凶，是因为不相信你是他娘。你告诉他，他的左边屁股是不是有个黑色胎记？胳肢窝下面还有个火焰烧伤的疤痕。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林黑豹，你左边屁股上有一个黑色胎记，胳肢窝下面还有一个烧伤的疤痕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要不是你娘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林黑豹猛地顿住脚步，他的胎记和疤痕除了他娘谁也不知道，即便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从未见过他这2处隐晦的地方，即便是有人见过，也都被他杀了剁碎了喂狗了。老娘还知道你小时候喜欢看隔壁张大娘洗澡，还有村东头的张老头，你喜欢扒他们家门缝偷看他和他媳妇儿。娘，你别说了。娘啊，黑豹知道错了，你别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他底裤都被扒出来了，那都是他7岁之前干的事。能知道这些的人，身子骨都埋进黄土了。娘，你真的投胎去了？还这么小？老娘要是再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这畜生竟然要将你大姨母给害了。啊，大姨母？昭昭指了指身侧的裴昭堂，这就是你那早死的大姨母。你娘我死了之后才知道，她已经投胎到了一户人家，这才跟着投胎去找她。谁知道你娘前脚刚找到人，后脚人就被你的人给抓了。你娘我也是没办法，这才自己撞上来，否则你当老娘为啥还会来你这扶风寨？裴昭堂瞳孔地震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了扶风寨土匪头子的大姨母了？二当家和糙汉子满脸震惊，他们纷纷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这真不是他们没睡醒，大当家的原地认了娘，还是个4岁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这太过匪夷所思了。大当家的，这是不是误会？她怎么可能是您娘呢？废话，老子的娘是谁？老子还不清楚吗？你当老子是傻的，认不清楚自己娘啊？可这说出去谁信啊？当扶风寨的大当家，他娘才4岁。林黑豹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才讨好的转向昭昭。那个娘，儿子这跪了这么久了，能不能站起来了？起来吧，去安排人给你娘做点吃的，别忘了你娘最爱吃什么。鸡腿，大鸡腿，昭昭好饿，昭昭要吃大鸡腿。林黑豹嘿嘿一笑，连忙爬起来挠着头。不忘，娘，你说你最喜欢吃鸡屁股，所以我小时候你总是把鸡肉给我吃。娘，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让人给你多做点鸡屁股。他听到了什么？鸡屁股？林黑豹他娘最爱吃鸡屁股吗？可是他不爱吃啊。裴昭堂扑哧一声没憋住，还要装作淡定的不能笑出声，忍得十分憋屈。他娘才不爱吃鸡屁股，那还不是他每次把鸡肉偷吃，就给他娘留鸡屁股。他娘因为这没少打他。昭昭闻言，顿时气得牙齿嘎吱响。林黑豹，你给老娘站住！老娘什么时候爱吃鸡屁股了？啊，老娘看你就是欠打。你小时候总是把鸡肉偷吃了，给你娘留个鸡屁股，你还好意思说老娘爱吃鸡屁股啊？老娘现在要吃鸡腿！走到门口的林黑豹虎躯一震，眼底的杀气顿时销声匿迹，最后那一丝怀疑也消失了。这真的是我娘？这真的是我娘啊！其他的都可以冒充，吃鸡屁股这事儿只有我跟娘知道。哦，还有我家那头刚出生的小黄牛，但是小黄牛算人吗？肯定不算呐。所以这小丫头真是我娘的转世，而且带着记忆的那种。我娘在地府肯定有关系，一定要好好讨好娘。万一死了以后，娘还能给我走后门，弄个什么鬼差什么的当，不比这扶风寨的大当家当得爽啊！
直到三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大厅中，裴昭堂紧绷的身体才松懈下来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妹妹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你就不怕被那大当家的戳穿了，现场给咱俩剁成肉饼吗？才不怕呢！昭昭身上有毒药，而且在我们的屁股底下还藏了东西哦。裴昭堂满头雾水，抬起屁股看了看，我屁股底下什么也没有啊！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？昭昭一脸神秘，六哥别害怕哦，昭昭会保护你的，他们也会保护你的。他们？你是说那些小动物？听王叔说过，昭昭上次在白云山遭遇了刺客，是被山上的野兽们救的，难不成……林黑豹那是真的想要讨好昭昭啊，竟然将厨子直接从梦乡中扯起来，给他现场表演烤鸡。二当家皱眉，实在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大当家的娘，这简直太离谱了。二当家，这怎么办呢？谁知道这两个小丫头会是大当家的娘和大姨母啊？你说他们会不会报复咱们啊？二当家的眼神微眯，目光不由得落在林黑豹卑躬屈膝的背影上。他微微侧身，凑到糙汉的耳旁细语：你这样，待会儿等他们吃完，你就带他们去。昭昭吃得很开心，啃得满嘴流油。林黑豹蹲在他的凳子旁，笑呵呵地看着他。娘啊，你是不是在地府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然他们怎么会让你带着记忆投胎啊？昭昭眼睛咕噜噜一转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老娘这么特殊啊？还不是你那早死的爹，现在已经混成了地府官差。你娘我呀，也是托了你爹的福气，这才带了记忆投胎的。那爹知道豹儿的存在不？他娘说过生他的时候，他爹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从小没有爹，总是被同村的人欺负。那简直太知道了，你爹还想跟你团聚呢。昭昭说的一本正经的，但是搭配上这软萌的小奶音，怎么听怎么滑稽。那我死了以后，是不是也可以让爹给我安排个鬼差当当啊？昭昭手中的鸡腿吧嗒掉在了地上，一脸见鬼了似的看向他，用只有叔叔能听到的声音问：叔叔啊，这林黑豹该不会是个傻的吧？他竟然还想当鬼差耶！鬼差，他想得美，他下油锅还不错了。叔叔说的好有道理。啊，你爹正等着你死呢，还有你娘。六哥说过了，爹爹已经派人上了山，很快扶风寨就会消失了。这话林黑豹听了一点都没觉察到不对劲儿，反而还很激动，嘴巴都笑咧了。裴昭堂瞧着他这不值钱的模样，默默的捂脸，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竟然是个傻缺。吃完烧鸡，昭昭说要睡觉，林黑豹连忙让人将最漂亮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他们住。糙汉笑嘻嘻的上前：大当家的，这么晚了，您早些回去休息吧，送伯母们回房间，就让小的去吧。这声伯母叫的可真溜，裴昭堂实在没憋住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脑袋都快垂到胸口了。算了，死了就好了。林黑豹确实感觉到了浑身的疲惫，有些歉意的看向昭昭两人。娘啊，要不要让他先送你们回去啊？儿子今天确实乏了，等明日了，儿子一大早就去给您请安去，如何？糙汉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，昭昭可没有错过。哇哦，这个家伙一看就想搞事情啊！搞事情，我可太喜欢啦！好啊好啊！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，眼底冒着兴奋，这模样瞧得糙汉子一阵胆寒。怎么觉得小丫头有些邪门？糙汉子带着昭昭和裴昭堂在漆黑的寨子中穿梭，糙汉子走两步就会回头看一眼他们。裴昭堂意识到不对劲儿，拽着昭昭的手紧张地问：妹妹，我怎么觉得这大汉不安好心啊？六哥，你才发现啊？不是，他早就发现了，那怎么还跟着糙汉子走？你就不怕他对我们下黑手？嘿嘿，他不下黑手，昭昭怎么搞事情？前方隐约出现了灯光，还有女人孩子的惨叫声。畜生，畜生！你们快放开我！娘，你们放开我娘！他娘的，进了我扶风寨就是我扶风寨的娘们儿，老子想玩玩你怎么了啊？糙汉子回头轻蔑地看了眼两人，就不信他们一会儿不会露出马脚。裴昭堂脸色黑沉，畜生！昭昭无辜地抬起眼睛看向裴昭堂。六哥，里面的人只是想跟他们玩一玩，他们为什么哭得那么凶啊？裴昭堂难过地看了眼昭昭，伸出手想要捂住他的耳朵，却被昭昭闪身躲了去。昭昭眼睛红红的，不是昭昭理解的玩耍对吗？妹妹你还小，我们要不回去找林黑豹吧？他现在把你当成他娘，肯定不会伤害你的。
这群鳖孙娶不到老婆就去抢别人的媳妇儿和孩子。周周，你快冲啊，救救他们吧！不行，我妹妹她……放心，你妹妹不会吃亏。你给老娘站住！糙汉子猛地回头，狠厉的眼眸悠悠地看着他。大伯母害怕了，不过是男女之间那些事，大伯母不是最懂了吗？大当家他娘生前可不光彩，干的就是继子的工作，怎么可能对这种事情避之不及？来，大侄子，你靠近一点，大伯母有话要对你说。糙汉子警惕地眯起眼，忽然想到对方如今不过是个4岁小豆丁，这才慢悠悠弯下身。大侄子，你看这是啥？昭昭伸出手，猛地朝他脸上撒出药粉。糙汉警觉地后退，还是晚了一步，猛地吸了一口麻痹粉。嘿，还有好东西要给你哦！昭昭又翻出来一颗红色的小药丸，掰开糙汉子的嘴，给他塞了进去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都说了是好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昭昭让裴昭堂帮着他，将糙汉子费劲巴拉的拖拽到了房间外。叔叔，你偷偷钻进去，看看里面有多少人，给昭昭报个数。姐姐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鼠鼠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。过了约莫2个呼吸间，里面传出来鼠鼠的叽叽声。小丫头，现在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那可太好了。昭昭向裴昭堂招招手，趴在他耳边小声道：“六哥，一会儿你就……”裴昭堂闻言顿时一愣，他妹妹当真只有4岁吗？这也太聪明了。裴昭堂走到门口，开始疯狂地敲门。里面的大汉正准备办事，听到敲门声，不悦地皱眉：“谁呀？不知道老子在办事吗？就不能一会儿再来啊？”门外没有声音，但是敲门声还在继续。门内的人气急败坏地去开门，房门刚一打开，裴昭堂抬起小手朝他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嘿嘿，没想到半夜还有这么嫩的小美人送上门来呀！来来来，快来爷的怀里，爷好好疼疼你。昭昭猛地从裴昭堂身后闪现出来，手中药粉倏地洒出。呵呵，有人待会儿会好好的疼你哦。那人没注意，瞬间中招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他震惊地瞧着两人，嘴巴张了又张，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昭昭和裴昭堂又开始费劲地拖着糙汉子进屋，屋内的母女2人受惊般地冲出来，刚跑到门口就瞧见了这一幕。你们爷爷姐姐快来帮忙，昭昭替你们报仇。苏夫人面色微惊，她本是尚书府夫人，月逢15，这才带着女儿想要去护国寺上香，谁知半道上就被土匪给掳到了山上。娘，她女儿胆小地拽了拽她的袖子，苏夫人才如梦初醒。好，她一咬牙，提着裙子走上去帮忙。妈儿，关门！直到他们将2个大男人都抓拽进去后，苏夫人也没有想要走，她目光在房间扫视一番，最后定格在一把金色的剪刀上。她快步上前，抓起剪刀握在手中，盯着地上的男人，浑身颤抖。小姑娘，你们先走。昭昭似乎看出来她想做什么。我们不害怕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他身上中了我的麻痹散，没有3个时辰，不可能开口说话的。不过爷爷，你最好快点哦，若是天亮了，你们就逃不出去了。苏夫人咬着牙，猛地举起，在男人惊恐的眼神中倏然落下。男人只来得及痛得痉挛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裴昭堂看了看男人裤裆下的一片血红，吓得身体不由得抖了下。真恐怖啊！糙汉也在此时悠悠转醒，浑身燥热，瞧见旁边的男人，猛地扑了过去。别看！裴昭堂带着他退出了房间，他们离开了这里，又在鼠鼠的指引下找到了关押的其他人，几人打配合，将看守的人都麻痹了。被关押的人看见他们，就好像没看到他们似的，早已经没有了对生的渴望。昭昭眼睛瞬间红了。姐姐，我们来救你们啦！那群人听到这句话，死寂的眼中好似才有了一丝亮光。我是尚书府的主母，我回去后一定会将这里的一切禀明夫君，让他替你们讨回公道。公道！终于有人有了一点反应，只是仅此而已。叔叔，怎么办？昭昭要怎么办才能帮到他们？唉，他们或许直接死在这儿才是最好的，否则即便他们回到家里头，他们的家人也会觉得他们是耻辱，他们早晚要死的。这就是这个世道对于女子的苛刻。男子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没有错，但是女子但凡有一丝不洁，就会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裴昭堂红着眼睛，手指捏得很紧，他猛地跨前一步。我哥哥在江南有一处专门为女子设立的组织，凡是进入的女子，无论什么背景、什么身份，亦或者经历过什么，都无所谓。在那里，她们必须要努力变强，必须学习琴棋书画，将来作为大圣的棋子，前往各国做暗探，为大圣国效力。若是你们能够接受，就拿着我的玉佩去江南，找一个叫做千机阁的地方。裴昭堂这一番话说完，麻木的众人眼底闪烁着亮光，其中一个样貌最美的女子颤巍巍站起身。我们真的可以吗？只要你想，就一定能行。为大圣做事，大圣绝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若你们满45岁，不想再做暗探，便可以风风光光的返回大圣，光宗耀祖。大圣也会为你们谋一份体面的差事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不断有人站起身，尤其是在听到满45岁便可以返回国土，还能给一份体面的差事，最美的女人立马双手接过玉佩。洛然定不负小姐所望，我们也是。昭昭带着他们走了隐秘的路下山，临走时，苏夫人还不放心地拉着他：“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“不走，昭昭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”送走了这些人，昭昭忽然转身，看着身后透着微光的扶风寨：“叔叔，通知你的同类吧，扶风寨该毁了。”林黑豹是被震天响的爆炸声震醒的。“不好了，大当家，寨子爆炸了！”林黑豹震惊地爬起来，一把抓住他的领子：“快说，寨子怎么会爆炸呢？”“是上次抢劫官爷钟永侯给的那批炸药，不知为何忽然爆炸了。”“该死的，库房的炸药怎么会炸到这边来呢？”林黑豹气急败坏地往外冲，那人也跟着追出去。林黑豹刚冲出房间，迎面一道爆炸迎来，他身体猛地就地一躲，跟在他身后的人来不及反应，直接被炸穿了肚子。此时所有的人都在逃命，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昭昭，随手抓了个逃窜的人。“哎，那我娘呢？我娘在哪儿呢？”“啊，大当家，你娘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林黑豹猛地一怔：“小女娃，一个4岁的小女娃，你见没见过啊？这个我见过呀。刚才爆炸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她往那边跑了。”林黑豹不管不顾地往火焰中冲。“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娘，豹儿来救你了！”正骑着大黄逃跑的昭昭猛地一愣：“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人喊我啊？”“喊你什么？”“喊我娘。”裴昭堂险些被自己的脚步绊倒。“妹妹啊，咱们现在在逃命，可不兴这样吓人呢。”“可我真的听见了，该不会林黑豹没有被炸死吧？”鼠鼠从他胸口钻了出来。“不能吧，我的叔叔同类可是在他房间外埋了2处炸药。难不成真是我听错了？”“皇叔当时跟我约定的是后半夜突袭扶风寨，此时怕是已经在上山的路上了。妹妹，我们快一点，一会儿就能和皇叔他们会合了。”“啊，爹爹呀！”昭昭小脑袋一缩，想到待会会被裴荣景教训，顿时什么好心情都没了。我这么乖，还炸了扶风山，爹爹应该不会怪罪我吧？我这么可爱，爹爹肯定舍不得惩罚我的。眼看着他们就快冲到半山腰，一道黑影猛地从身后爆射过来。“娘，豹儿可算是找到你了！”林黑豹的身影如闪电，几个呼吸间就挡在了2人的前方。大黄猛地急刹车，险些就跟林黑豹撞上了。林黑豹胳膊和大腿都受了伤，还在不断冒着血。“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就跑了？害得我还以为你在火海里没出来呢。”“林黑豹，你竟然没死！”裴昭堂一怔，迅速挡在了昭昭身前。林黑豹听到裴昭堂的话，还以为他在担心自己。“哎呀，让大姨母担心了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就是个爆炸吗？还伤不到我林黑豹啊！”“去他奶奶的大姨母！我是男的好不好？”“娘，你准备和大姨母去哪里呀？我刚才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还以为你……”林黑豹说到这里忽然哽住了。“娘，你该不会想抛下我自己跑了吧？”昭昭神色严肃的不行，抓着大黄皮毛的小手都不由得收紧了。“叔叔，你不是说埋了2处炸药吗？他这都不死啊？会不会是那炸药年份太久没有爆炸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这林黑豹不会又想把我带回扶风寨吧？”“我看他现在还没有发现寨子爆炸的事儿是我们做的，要不你将计就计一下，继续冒充他娘。”昭昭抿了抿唇，心中开始斗争。“那个老娘我才不是……”就在此时，一阵马蹄声猛地从身后响起。“大当家的，快抓住那2个小鬼！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炸的！大当家的，我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”糙汉子拉开弓箭，猛地射向昭昭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林黑豹条件反射的拔刀斩断。“黑熊，你敢伤我娘！”“大当家的，你睁开眼睛看清楚，她根本就不是你娘，她是骗你的。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引爆的。”二当家的阴沉着脸，死死盯着林黑豹。“大当家的，你当真还要袒护他们？
你放屁！俺娘才不会炸扶风寨呢，肯定是那些官兵干的。娘虽然没有喝孟婆汤，可这小身板怎么可能搬得动那么多炸药？这不扯淡呢吗？二当家见林黑豹说不通，已经失去了耐心。黑熊，你去杀了那2个大当家的，交给我来挡住。你们想造反？哼！林黑豹，若是老寨主知道你将整个扶风寨害成这样，你觉得他还会让你当这个大当家的吗？林黑豹脸色变幻莫测，神色不明地看向昭昭。娘，寨子里的炸药跟你没关系吧？傻儿子，你觉得老娘这小身板能弄得动炸药吗？更何况你娘我今日才上的扶风寨，我去哪里知道炸药的位置？我的傻儿子啊，我看他们就是故意欺骗你的，说不定早就想要抢走你这扶风寨头头的位置啦。妹妹也太坏了吧，这纯粹的挑拨离间。还有什么他这小身板弄不动炸药啊？他可是大力士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会信。我妹妹竟然徒手就抱起来5包炸药，那可是足足50斤呢。要不是我也去试了，还以为那炸药是假的呢。林黑豹闻言猛拍脑门，还是娘聪明。您要是不这么说，儿子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他说完，凶狠地转向二当家的。呸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服我当这个大当家了，没想到你为了算计我，竟然拿寨子里兄弟的命做盘算。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们吗？我对不起死去的兄弟？到底是谁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啊？他娘的说的是人话吗？明明是那个邪门的小丫头干的，她既然都能算到我头上来了。二当家的耐心彻底耗尽。林黑豹，我今天还就反了，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兄弟报仇。黑熊，跟我一起上！黑熊闻言立即点头，他现在也对大当家的失望透了。两人忽然欺身而上，尔敢！林黑豹呵斥一声，身形快如闪电，冲过去拦住黑熊，不让他伤害昭昭分毫。有何不敢？今天我偏要杀了他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二当家眼神狠辣，手中的斧头挥舞得虎虎生威。林黑豹1对2明显有些吃力。裴昭堂悄悄来到昭昭身侧，妹妹，我们快走！还想跑？肯动！黑熊发现了他们的动作，一个虚假动作骗过了林黑豹，冒着被砍伤的风险直逼二人。昭昭，裴荣景带着人冲上了山，瞧见这一幕，顿时瞳孔骤缩，他猛地夺过身侧之人的弓箭，嗖一声利箭爆射而出。黑熊一个不察，被箭射中了左胸，口吐鲜血的倒地。是官兵。二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猛地反应过来，停下来。昭昭，裴荣景迅速跳下马，跑向昭昭。去死吧！二当家提着斧子，身形一闪，迅速冲向昭昭。小心！裴荣景神色一惊，猛地俯身滑行，一脚踹在了大黄的腿上。大黄疼得嗷呜一声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地。身上的昭昭顺势飞了出去，被裴荣景抱进怀里。大黄是妥妥的垫脚石，斧头砍在了血肉上。昭昭猛地抬头，滴溜溜的瞳孔震颤了下。只见林黑豹整个人扑了过来，以后背挡在了昭昭身前。啊，这林黑豹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替小丫头当斧头了？哇，他不会真把小丫头当娘了吧？主人才不是他娘呢！二当家的身体猛地踉跄一步，摇着头难以相信。燕羽迅速拉弓，利箭嗖一声刺中二当家的胸口。他临死前都想不通，大当家的这是怎么了？林黑豹抬手擦了擦嘴角不停流下的鲜血，冲昭昭嘿嘿一笑。娘，我没事。他刚说完，又喷出一口血。裴兆堂有些于心不忍，他连忙过去扶住他。你还好吧？娘，儿子是不是很快就能见到爹了？他会来接儿子吗？昭昭小脸上有些动容，想在他临死前骗骗他，又想到那些被他害死的妇孺孩童，他绷着脸一言不发。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怎么可能到地府当鬼差？林黑豹最终断了气。扶风寨剩下的人不足为惧，摄政王带来的人很快就把他们全部逮住，押送回京。扶风寨的不义之财也被全上缴朝廷了。马车上，裴荣景浑身冒着寒气，面容紧绷。裴昭昭，爹爹是否跟你说过，不许再做这么冒险的事情？爹，昭昭没事的，昭昭有好多的动物朋友，他们都会保护昭昭的。皇叔，这次昭昭可是立了大功的，是他的老鼠朋友发现了林黑豹藏匿炸药的地方，并且帮助我们运输炸药，我们才能轻而易举的将炸药引爆。裴荣景依旧不苟言笑，昭昭冲他咧嘴一笑，准备哄一哄他。
谁知对方忽然眯起眼睛。林黑豹为什么喊你娘？昭昭好半天才将昨夜的事情讲述清楚。这小丫头她是怎么敢的呀？还有那个林黑豹，他是傻子吗？他怎么就轻易的相信了？其实林黑豹并不是真的傻，他心中大概也知道了昭昭在骗他，可是他真的好想他娘。他娘并非真的对他那么坏，而是因为他犯了错才会被教训。他最终还是违背了娘亲的遗愿，没有去做大将军，而是当了土匪。天大亮后，众人才正好回京，马车没有回摄政王府，而是直奔皇宫。你这次做的太冒险了，你皇祖母和皇伯伯担惊受怕了一晚上，到现在还在等你的消息。你随爹爹直接进宫。那昭昭就先跟六哥去看皇祖母了。爹爹，你先去上朝吧。马车停在了宫门口，海公公早已经等候在此，见到摄政王的马车，立即激动地迎上来。哎呦，摄政王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陛下说了，你们进宫以后直接去金銮殿。哎，对了，陛下特意嘱咐将小郡主也带上。咱们陛下呀，可真是疼爱这位小郡主，上朝都要先看一眼小郡主呢。裴荣景皮笑肉不笑，皇兄八成已经发现了昭昭的特殊了。看来昭昭不能先去看皇祖母啦。那六哥先自己过去。陛下呀，还请您安排大理寺的人彻查此案呐。老臣的忠勇侯府，他都能如入无人之境，说不定偷盗国库他也不在话下呀。若是让这样的人继续逍遥法外，乃是我大圣的不幸啊。钟永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着，他这都是遭了什么孽啊？好端端的地库被偷了，若是普通的金银也罢了，可那些都是带有标记的赈灾款啊。若是那贼人不识得官印，将金银拿出去花了，肯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，届时他们在顺藤摸瓜，岂不就发现了他钟永侯府？不要让老夫逮到你，否则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昭昭老远就听见了他的鬼哭狼嚎，没忍住扑哧笑出声。裴荣景面色有些不自然，若不是荔枝告知他那些都是昭昭做的，他都要怀疑对方是什么了不得的高人了。不到1个时辰，就将钟永侯府的金银搬空了，一般人根本做不到。不知钟永侯丢了什么东西，竟然能气成这样？也有一些银票。本王不是记得侯爷说过，府上已经没有银钱了吗？为什么凑出本王的5万两黄金，都变卖了很多家产和田地？钟永侯这库房怎么还有金银？正因为如此，才要赶紧抓住那个贼人。钟永侯府所剩无几的银钱，全都被那个小贼给偷走了。陛下，你可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谁知道皇帝根本没理他，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昭昭。来，快过来，到黄伯伯这里来。他试了很多方法，就是听不懂那大白猫说话。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次他抱着昭昭，所以这次他才会着急忙慌地让海公公将他喊过来。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人，他就不信他还听不懂大白猫说话。昭昭看了眼裴荣景，见对方点头，才屁颠屁颠跑过去。黄伯伯啊！哎，昭昭啊，你瞌睡不瞌睡啊？快到朕的龙椅上睡一觉。昭昭很想说自己不瞌睡，他在回京的马车上已经睡过了，可是对上皇帝期待的小眼神儿，他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那昭昭再睡一会儿。对，睡一会儿。裴景帝顿时喜笑颜开，抱起昭昭放在了龙椅上。裴景帝刚用手拍了拍昭昭的后背，下一秒，一道不属于任何朝臣的声音忽然在大殿里响起。哎呦，这老逼灯还好意思告状？那些不都是他贪污的赈灾款？我还记得他还有个账本，专门记载赈灾款的。要是皇帝能把他找到，不得给他治个贪污大罪啊！贪污赈灾款，莫非是3年前江南雨患丢失的那些钱财？裴景帝的目光快速地在大殿之中搜索，果然在金銮殿的角落里发现了2只小老鼠。那账本是不是就藏在这老逼灯书案下的地板中？是啊，上次偷金子的时候我还瞧见了呢。我有账本有什么用？那些金子早就被小丫头让叔叔们转移走了。嘿嘿，你别说，我也参加了那次偷金子的活动，真刺激。我也去了，我一口气抱走他2个金元宝，还因为太重差点掉进护城河。所谓现在那些金元宝是在摄政王府，那个所谓的盗贼就是京城里的小老鼠。
陛下呀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老臣的家底都被偷完了，哎呀，这让老臣一家人可怎么活呀？那不知钟永侯希望朕怎么做呀？钟永侯一怔，怎么感觉陛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阴恻恻的？是他的错觉吗？陛下，老臣希望大理寺能尽快捉住那个盗贼，并将他交由老臣处置。裴景帝扫视了眼底下的臣子，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大理寺卿身上。沈清，你即刻命人去查看一番现场，看看有何蛛丝马迹，立刻回来禀报给朕。他说完，朝海公公招了招手，在他耳旁说了句什么，又吩咐了句：海公公，随沈清走一趟钟永侯府吧。这怎么行啊？万一大理寺的人发现了不该发现的怎么办呢？尤其是那个账本，爱卿不是想要尽快的抓住凶手吗？不查看案发现场，怎么找出线索？可是行了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沈清你们速去速回。是，陛下，臣这就去。大理寺卿立即领命，带着海公公离开。裴景帝目视着大理寺卿离开，这才将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钟永侯身上。果然瞧见他心虚地擦着汗。摄政王忽然跨步出列：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不知道摄政王有何事要奏？陛下，昨日扶风寨的土匪被人收买，将本王的女儿抓绑到了扶风寨。臣在今日寅时才将她从土匪手中救出。扶风寨的大当家林黑豹被当场伏诛。臣还在扶风寨发现了不少被拐卖残害的妇孺，现在已经安置妥当。另外，臣还在寨子中发现了部分3年前被盗走的江南赈灾款。他的话音刚落下，文武百官顿时哗然。果真是扶风寨的盗走了赈灾款。这群畜生，他们知不知道这样害死了多少百姓啊？摄政王命得好，扶风寨这个毒瘤早就该诛了。钟永侯顿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，怎么感觉这是冲他来的？钟永侯，你可知这背后收买扶风寨让他们绑走昭昭的是何人？摄政王，这话是何意啊？裴荣景冷笑一声，掏出一块荷包，直接丢在了钟永侯面前。侯爷不如先看看这块荷包，这是从土匪身上搜到的，这是幻云纱，因价格昂贵，鲜有人买。不巧的是，世子夫人上个月刚从针织坊买走了一匹幻云纱。钟永侯闻言捡起来绣着彩云的荷包，他仔细地查看了番，并未在上面发现什么标记，这才缓缓松了口气。摄政王这话说的不对，幻云纱虽然贵，但也不是没有人买，你怎么就断定这荷包就是老臣儿媳的？那是因为针织坊上个月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所有的幻云纱都被烧了，而他们只救下了一匹，就是世子夫人买走的那匹。那以前他们就没有卖出去过吗？裴荣景淡笑不语。江慈州忽然站了出来，瞥了眼钟永侯手中的荷包，冲皇帝行了一礼。禀陛下，侯爷手中的幻云纱乃是针织坊上个月刚出的新品，上面有专属的彩霞色的纹路，给朕呈上来瞧瞧。小太监闻言连忙跑了过去，去接钟永侯手中的荷包。钟永侯捏荷包的手一紧，不愿意放手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瞧见了那所谓的彩霞色的纹路。难道幕后之人真的是温一欢？真是个蠢货，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，还让人家告到了陛下这里。侯爷，钟永侯这才讪讪地松开手。小太监恭敬地举着荷包来到了裴景帝面前。裴景帝淡淡地扫视了眼荷包，顿时气场一沉。钟永侯，你现在还有何解释？钟永侯被吼得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跪下。陛下，老臣真的不知情啊，老臣也不知道那土匪身上怎么会有老臣儿媳的荷包啊，定是那土匪偷了去啊。哦，那土匪为何会独独偷他的荷包啊？不偷别人的？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奸情？此话一出，百官们齐齐虎躯一震。老天爷呀，这是他们能听的吗？这裴家的人是不是都遗传毒舌？上次裴艳白骂得够狠了，这次皇帝老儿直接给人家坐实啊！这下钟永侯难做了，承认吧，那不就是承认他儿子被人戴绿帽子？不承认，不就是他儿媳妇收买土匪绑架郡主？无论选哪个都有他受的。
陛下，既然钟永侯不知情，陛下不如命人将世子夫人带到殿前询问一番。不知道老夫哪里得罪了少卿大人，竟让少卿大人如此咬着不放啊！侯爷这话说的，下官怎么听不懂？如今证据摆在眼前，难道不应该传唤当事人吗？还是说绑架小郡主的事，侯爷觉得可以轻轻接过？钟永侯懵了，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目光疯狂地朝温国公使眼色。该死的呀，那不是他的女儿吗？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温国公冲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这才走出行列。陛下，老臣觉得少卿大人说的是，的确应该传唤世子夫人过来问话。这温国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连裴荣景和姜慈州都正愣住。哎，这老豆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温奕欢的父亲吗？怎么不帮着自己女儿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有诈。不行，叔叔，我要出去打听一下。哎，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皇帝却眯着眼睛盯着温国公。那便依着温国公的，来人去传唤世子夫人，即刻进宫。他也想看看温国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在等待大理寺卿和世子夫人的同时，百官们也没闲着，继续上奏。管理西河县的冯大人率先走出了队。陛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准奏，回陛下，西河县最近接二连三的有人家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，微臣觉得此事十分蹊跷，但却查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恳请陛下能将此案情交由大理寺勘察。裴荣景神色微动，想到了什么。他们是从何时发病的？至今有多少人得了此怪症？之前的白苑正的小孙子就是因为得了软骨症才被温贵妃要挟，但是昭昭替他看过后发现他根本不是得病，而是因为他随身携带的平安符乃是巫蛊之术。回摄政王，约莫从上个月开始至今已有15起，下官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，可是这病症古怪就古怪在患病者都是5、6岁左右的孩童，而且还都是近3个月内去护国寺的求过平安符的。果然如此，与燕白说的一致。裴荣景面色凝重了许多。护国寺有无尘方丈坐镇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？这时有2只蜜蜂结伴飞了进来，一进来就听到了冯大人的话。呀，终有人发现了吗？护国寺里藏着的秘密。发现又怎么样？那可是护国寺，谁敢去轻易调查护国寺啊？哎，就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们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这金銮殿又没有花蜜，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飞过来。我听其他动物朋友说，这小郡主能听懂我们说话，我这不是好奇过来瞧瞧吗？小郡主哦，就是那个睡在轮椅上的。她怎么睡着了？真可惜，我们下次再来找她玩吧。2只小蜜蜂转了一圈，又飞走了。裴景帝却怔愣在原地，这还真跟护国寺有关啊！可是护国寺的无尘大师可是他爹的师傅啊，想必这件事无尘大师也不知情。焦爱卿，既然冯爱卿已经提出来了，那这件事就交由你来调查清楚。微臣遵旨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大理寺卿终于带着海公公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神色慌张的温奕欢。臣妇参见陛下。平身吧，沈爱卿，你可查到了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微臣并未发现有什么歹人留下的痕迹，但是微臣在钟永侯的地库中发现了大量的老鼠毛，微臣猜想或许这银钱丢失和老鼠有关。沈大人，你是想说是老鼠偷走了本侯的银钱吗？下官并未这么说。陛下，老奴有事启奏，说。海公公小心地瞥了眼钟永侯，这才颤巍巍从袖子中抽出一个账本。钟永侯也发现了他手中的账本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这阉人是怎么发现我的账本的？我可是藏在了地板下，那么隐秘的地方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陛下，这是老奴在钟永侯的书房中发现的账本，上面记载着被盗官银的去向。老奴斗胆对了下数目，竟与3年前丢失的赈灾款吻合，还请陛下过目。现场再次哗然。海公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3年前的赈灾款丢失案与钟永侯有关？微臣记得3年前负责押运赈灾款的人好像是上一位的员外郎，因为官银丢失被陛下贬去了岭南。那员外郎不就是钟永侯的亲侄子吗？钟永侯早已经汗流浃背。将账本给朕呈上来。海公公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即捧着账本递了上去。裴景帝快速地扫视了遍账本，脸色越来越沉。钟永侯，你可知罪？
陛下，老臣是冤枉的呀，这东西老臣根本就没有见过呀。哼，冤枉？朕昨夜早已经收到了封密信，里面将你如何得到赈灾款、如何贪赃枉法的证据一一写了出来，还将你把账本藏在书房的地板中的事情也告诉了朕。否则，你以为朕为何会命海公公去找账本啊？钟永侯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老臣，密信究竟是谁出卖了我呀？难怪他找皇帝哭诉丢了钱财时，他能那么痛快的答应，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。陛下，老臣真的是冤枉啊，还请陛下明察呀，否则老臣宁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钟永侯，你当真以为朕只有这些证据吗？昨夜那些丢失的黄金是朕给你留的最后颜面，若你今日没有来找朕告状，朕兴许还能当作不知道。钟永侯，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什么叫杀人诛心？这就叫杀人诛心。明明他也是才刚知道，但是他就要冠冕堂皇的装一波，既让百官们知道他的仁慈，又让百官们见识到他的手段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啊！我真不愧是一代明君呐！啊，什么？钟永侯跌坐在地，猛地抬起头。昨夜的黄金竟然是陛下的人运走的吗？陛下竟然有如此能耐，这当真是我看着长大的陛下吗？竟然如此恐怖如斯！望着钟永侯震惊不已的眼神，裴景帝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声。黄金是小老鼠运走的，自然和昭昭脱不了干系。如今他直接将黄金丢失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，既让众人没有心思查下去，也能震慑朝纲。来人，即刻查封钟永侯府，全族上下尽数押入刑部大牢，待查出所有涉事官员，再一并处置。钟永侯直接吓得气血上涌，猛地喷出一口血。陛下，还请您念在老臣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饶过钟永侯府吧。温义欢终于回过神儿，瞳孔中满是恐惧和震惊。公爹他竟然敢贪污赈灾款，还被陛下给查出来了，那钟永侯府岂不是要完蛋了？不，绝不能让钟永侯府完蛋！他扑通跟着跪在地上，跪着移动到钟永侯身侧。陛下，我公爹一定是有苦衷的，他绝不是贪污赈灾款的人呢。放肆！苦衷是何种天大的苦衷，能让他放任上万人的性命不顾，将所有赈灾款贪污？你当朕是眼瞎还是昏君呢？像他这样的草菅人命、罔顾百姓死活的人，朕就应该赐他斩立决。温义欢的脸瞬间白了，哆嗦的一句话都不敢再说。儿子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蠢货呀？跟钟永侯一队的人开始纷纷站出来求情。此事已定，若是有人再敢求情，一律按同谋处置。刚才还呼声高涨的众人顿时偃旗息鼓。温义欢，你买通山匪绑架小郡主，如今证据确凿，理应处死。来人，将他给朕拉出去杖毙。温义欢猛地抬头，陛下，臣妇是冤枉的，臣妇没有买通山匪害小郡主啊！陛下，御林军已经将他往外拖，温国公有些站不住了，焦急的目光不断往殿外看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眼看着温义欢即将被拖出大殿执行杖毙，殿门口忽然走进来一道淡黄色身影。陛下，温义欢不能死。裴景帝瞧见来人，神色恍惚。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吃完瓜的两只小老鼠悄咪咪地跑进了殿中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先帝怎么对他这么恭敬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大圣朝唯一的长公主，皇帝的亲姐姐，就是那个大圣朝刚刚成立，为了稳固北戎，自愿前往和亲的永宁公主。可不就是她？她在北戎受尽了屈辱，大圣朝刚一稳固，皇帝就亲自带兵将她从北戎接了回来。要不是她呀，大圣那3年可没有喘气的机会。难怪皇帝对她那么尊敬，可他现在来金銮殿干什么呀？还有，他看向温义欢的眼神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再看看。永宁长公主也不拖大，恭敬地走到裴景帝跟前，施了一礼。陛下，永宁此次前来，有事求陛下。何事啊？请劳烦皇姐亲自前来。永安公主的视线从裴景帝脸上移开，最后落在温义欢的脸上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她连忙走上去，推开抓着她的御林军。像，真像，和娘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永安长公主的话音刚落，现场瞬间哗然。温义欢更是怔愣地望着永宁长公主，她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这是真的吗？
礼部尚书颤巍巍上前询问道：长公主这话是何意啊？这温奕欢不是温国公的女儿吗？怎么会和公主像呢？难不成是长公主和温国公？温国公闻言顿时虎躯一震。尚书大人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奕欢是老臣的养女，并非老臣的亲生女儿。他也是前日无意间瞧见了长公主年轻时的画像，顿时觉得和奕欢像极了，这才多方打听，竟还真让他探查到了一点线索。长公主在远嫁北戎之时有过一个情郎，温奕欢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永宁心疼地望着温奕欢：你叫温奕欢，真是个好名字。是，我叫温奕欢。长公主，我真的是你女儿吗？不会有假。除了你的长相和我很像之外，你的左肩上是不是还有一处暗红色的蝴蝶胎记？蝴蝶胎记。温奕欢的心中倏地一沉，他的左肩才没有什么蝴蝶胎记，有蝴蝶胎记的是温时宜那个。不过他虽然没有蝴蝶胎记，但是他却有一个和蝴蝶胎记相似的疤痕，否则当初温父又怎么会将他和温时宜那个报错？听到蝴蝶胎记的裴荣景倏地抬起头。蝴蝶胎记？他隐约记得当初被他强迫的女子左肩上也有个蝴蝶胎记，那个人难不成是温奕欢？不是，他记得那个女人的左肩蝴蝶印记更像是画上去的，因为她的蝴蝶印记颜色太过艳丽，所以那人不可能会是温奕欢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何会给自己左肩画上蝴蝶印记？温奕欢假装惊讶地看向永宁长公主：您怎么会知道？我让人在你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眼，你别怪娘也是想要确定清楚才好来找你。奕欢不怪娘，若非您今日出现，奕欢早已经被杖毙了。永宁长公主闻言，眼底闪过一丝温怒：陛下，不知奕欢犯了何事，你竟然要将他杖毙？他买通了山匪，意图绑架昭昭，朕才要杖毙他。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？我刚准备将温奕欢杖毙，皇姐就上来认亲了。昭昭，她是何人？竟让陛下如此大动干戈？昭昭她是本王的女儿。永宁长公主倏然一惊，看向裴荣景：皇姐怎么不曾听闻？你何时多了个女儿？皇姐久居公主府，自然不曾听闻。永宁长公主刚想说什么，就被温奕欢抓住袖子，凑到耳边悄悄说起话来：娘，昭昭并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捡来的。她简单的将昭昭的身世讲了出来，顺便还不忘抹黑温时宜。温时宜啊，温时宜，还好你自杀了，否则这长公主亲生女儿的身份可就不是她的了。只是温时宜不是温国公的亲女儿吗？又怎么会是永宁长公主的女儿？完了，全乱了！温奕欢才不是！全乱了？什么全乱了？说呀，你们倒是继续说呀！温奕欢才不是什么？结果皇帝心急如焚，小老鼠却一句都不说了，气得皇帝恨不得现在就将小老鼠抓起来严刑拷打。摄政王，你为何断定奕欢就是收买土匪的幕后凶手？皇姐不如先问他自己。裴荣景冷着脸，竟然丝毫不给他面子。裴景帝赶紧为难的解释：皇姐，证据确凿，你就别袒护着他了，证据现在就在钟永侯的手里握着呢。永宁公主这才注意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的钟永侯。钟永侯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要跪在地上？难怪温国公那个老匹夫稳如泰山呐，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啊！启禀公主，是老臣糊涂，贪污了赈灾款。长公主闻言眉头皱了皱，温奕欢紧张地抓住她的袖子：娘，我现在已经嫁给了钟永侯府的世子，眼下已经育有2儿1女。言外之意，她现在已经是钟永侯府的人了。钟永侯府她不能袖手旁观。长公主闻言，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为难地转向裴景帝：陛下，钟永侯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皇姐，你是打算连同钟永侯府一起求情吗？陛下，永宁从未求过什么，还请陛下能够全了永宁这一次。皇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温奕欢是你的女儿，你替她求情无可厚非，可钟永侯草菅人命，贪污赈灾款项，你让朕放过他，那全天下的百姓朕又该如何交代？
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永宁长公主说如此重的话。永宁长公主为了大圣付出太多，还在北戎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再也无法孕育子嗣，她自然会念在温义欢是她唯一的孩子份上，饶他一死。可是钟永侯，他岂能轻易放过？陛下，钟永侯这件事情，皇姐莫要再提。钟永侯顿时面如死灰，皇帝这是真的打算置他于死地啊！娘，别说话。永宁不让他开口，转而看向身后的百官们。钟永侯乃是我大圣的开国大臣，也是跟随先皇打江山的人。陛下若是轻易处置了钟永侯，岂不是寒了老臣们的心呢？永宁再次转向裴景帝。陛下，永宁记得，先皇曾经赐予钟永侯一块免死金牌，就是怕他们一时糊涂走上歧路，这才给了当初的开国功臣们。若是钟永侯将他交出来，陛下可否放过他们？丹青铁券。钟永侯终于反应过来，陛下这是想要丹青铁券啊！可是丹青铁券是万万不能交出去的。淮南王和温国公也坐不住了，纷纷站出来。既然钟永侯已经认罪，还请陛下按照律法惩处他，贪赃枉法绝对不能姑息。你们。永宁长公主傻眼了，就连温义欢都忍不住看向了温国公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你闭嘴，别说话。他爹是不是疯了？陛下，老臣愿意认罪，还请陛下快些让人将老臣押下去吧。钟永侯竟然有点不怕死了。废话，只要他的丹青铁券在，皇帝就没办法大动他们全族分毫。就算他贪赃枉法，最多也只会削除爵位，根本不会丢了性命。可是他一旦将丹青铁券交出去，下一步就是他们全族老小的命。不光钟永侯知道这一点，就连淮南王和温国公此时也十分忐忑。一旦钟永侯开了上缴丹青铁券的口子，那距离他们上缴还远吗？裴景帝的脸都黑了，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。他不由得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裴荣景，后者微微笑了下，森冷的寒意转向钟永侯。按照律法，温义欢刺杀皇室郡主，理应诛九族；钟永侯贪赃枉法，罪上加罪，所以陛下直接全部拉出去斩了吧。裴景帝有点想笑，不行，要憋住。合着永宁长公主求了半天，不仅没有用，还直接要诛九族了。不行，皇姐不必担忧，诛九族不包括皇姐，毕竟她究竟是不是你的女儿还不一定。更何况她从小不在您的身边长大，即便是犯了什么事，也算不到皇姐的头上。诛九族就不带上皇姐了。永宁长公主直接要裂开了，她在说什么？温国公顿时额头直冒冷汗，这咋还冲着他来了？诛九族，算他吗？摄政王，你简直是在胡搅蛮缠！温义欢吓得脸都白了。不愧是小丫头她爹，好腹黑。就是，这下子钟永侯不得求着交出丹青铁券了。本来还想利用丹青铁券苟一苟，现在直接让你斩立决，就问你爽不爽？温义欢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神死死地瞪了眼龙椅上的昭昭，恨得牙痒痒。我没有，她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，而是我长姐温实仪和外男私通生下的。此话一出，现场再次陷入死一般寂静。温义欢，你给我闭嘴！他是不是疯了？这个时候将昭昭的身世捅出来，陛下就会放过他了？也不看看摄政王现在的眼神，就算陛下放过他们，摄政王也不会愿意。爹，女儿说错了什么吗？难道昭昭不是长姐的女儿吗？长姐虽然现在死了，但是昭昭就是她生下来的血脉呀。她冒充摄政王的女儿，本就是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。你温国公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陛下，既然昭昭并非皇室成员，义欢就不算刺杀皇室郡主，那他不算犯了死罪吧？昭昭不是荣景的女儿，不是他的女儿会和他长得一模一样。温义欢没见过荣景小时候的模样，难道皇姐也没见过？皇姐，昭昭就是荣景的女儿。这不可能，她明明就是温实仪和外男私通所生。哼，怎么温实仪就不能是和摄政王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藏在温实仪床底下偷看了？文武百官宛犹如雷劈，齐刷刷震惊地看向温义欢。我
裴景帝还不解气的狠狠瞪了裴荣景一眼，都怪他这个皇帝，若不是他一直发现不了那个姑娘就是温时宜，又怎么害得那姑娘平白遭这么多罪，现在还死了，昭昭没有了娘亲，都是他的错。裴荣景心虚的摸了摸鼻子，难道当初那个女子就是温时宜，所以他左肩画蝴蝶胎记，是因为要回温家？不对，裴荣景还是觉得这之间有些迷雾没有揭开。先不说当时他中药的时候，温时宜还远在江南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京城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肩上的蝴蝶胎记是假的，他为何要在左肩画一只蝴蝶？裴荣景感觉他的眼前好像被层层白纱遮住了，根本看不清楚真相。陛下，还是快将人拉下去斩立决吧。温义欢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钟永侯没想到摄政王竟然来真的，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陛下，老臣。钟永侯，不是朕不愿意放过你们，实在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若是朕此次不能够按照国法办事，以后还有多少人将皇权放在眼里呢？所以，来人，将钟永侯和世子夫人。钟永侯砰的一声磕在地上。陛下，老臣愿意将丹青铁线上缴，还请陛下看在老臣替先帝打江山的份上，饶过老臣这一次吧。裴景帝黑着脸偷偷瞪了他一眼。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吓死朕了，还以为他现在要造反了呢。他不由得看向了龙椅上的昭昭。小家伙睡得真香啊，这么大声都没有吵醒他。百官们也开始纷纷求情。裴景帝假装沉吟了片刻，这才缓缓道：既然如此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钟永侯即日起没收军权，罢免常胜将军之位，回府闭门思过半年，无朕之意不得擅出。且与和温义欢各领3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就在宫门口行刑，让文武百官都看着。永宁长公主还想求情，被身后的嬷嬷拦住。公主，切莫再开口了，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惩罚温小姐，您即便再求情也无济于事啊，倒不如想法子让行刑的太监手下留情一些，温小姐也好少遭一些罪。永宁长公主闻言，不由得看了眼上座的裴景帝。皇帝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睡在龙椅上，还如此宠溺。下朝后，文武百官都跟着去看行刑了，只有裴荣景跟着裴景帝回了御书房。琪琪，这小丫头今日是不是睡得太沉了？对呀，刚才那么大的动静，她怎么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？她爹怎么还没有发现小家伙情况啊？小老鼠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裴景帝看向裴荣景：你过来瞧瞧昭昭，这丫头怎么还没睡醒啊？裴荣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匆忙的走上前，将昭昭从裴景帝怀中接过来。昭昭，快醒醒，跟爹爹回家了。昭昭纹丝不动，一丝睡醒的意思都没有。裴荣景伸出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没有发烧，难道是太累了？昭昭。裴荣景的面色陡然一沉，昭昭的情况很不正常。皇兄，快传御医。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闻言就立马跑了出去。另一边，昭昭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，四周雾蒙蒙的，偶尔有水滴滴答的声音传来。他慢吞吞地往前走了几步，试探地问道：有人吗？请问这是哪里？他的声音空灵地在四周回荡，半天都没有一点回响。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真的没有人出来说话吗？昭昭摩挲着前行，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身体不由自主的下落，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砸在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正好与一只巨大的龙猫对视上。你好，你也是掉进这里的吗？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迷路了。龙猫扭动了下脑袋，忍不住鼓动了下肚皮，将昭昭颠得东倒西歪。好玩。别点昭昭了，昭昭快吐了。大龙猫闻言终于停了下来。你没事吧？昭昭好多了。咦，是个人类在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妈妈，你知道出去的路吗？昭昭想回家。回家的路？不知道，我从出生就在这里了。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生灵。昭昭想回家，昭昭不要留在这里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昭昭想吃醉仙楼的水晶虾饺，还有爹爹买的糯米鸡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能听懂龙龙说话？你是叫龙龙吗？我叫昭昭。
龙龙，你肯定知道出去的路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昭昭好不好？大龙猫歪着头看着他，颇具人性化的脸上闪过纠结。昭昭一瞧他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他肯定有办法。昭昭的爹爹还在家等着昭昭回去呢。昭昭消失了这么久，他们肯定会很着急的。龙龙，昭昭求求你了。小崽子好可爱，好想揉揉。知道喵，不过那里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陪着龙龙喵，不要出去了好不好？不好，昭昭想爹爹了，还有粉桃姐姐他们，还有皓月，还有三哥他们。昭昭有好多的家人在等昭昭回去呢。那你能带着龙龙一起走吗？龙龙有好多的宝物，都给你。说着，大龙猫猛地张开大嘴，无数的金银珠宝从他的口中吐出来。吐着，竟然还吐出了2只黑衣人的尸体。昭昭吓了一跳，龙龙，你怎么还吃了人啊？人？他们是人？那昭昭也是人吗？昭昭是人类啊，他们也是人类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掉这么多东西？怎么什么都有啊？除了那2具尸体，他吐出来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，竟然还有各种药材，甚至连绿豆糕、包子、烧鸡、烧酒都有。龙龙，你怎么会吃这么多人类的东西啊？你不是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吗？从我醒来后就不断有东西掉进来，掉什么龙龙就吃什么。龙龙好可怜啊！不行，昭昭一定要带龙龙一起出去，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掉什么东西进来了呢。万一龙龙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龙龙你放心，昭昭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大龙猫终于抱着昭昭走到了一处悬崖处，他指了指下面漆黑不见底的深渊。龙龙以前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。龙龙曾经好奇的想要看看那边都有什么，可是还没靠近就被弹回来了。龙龙出不去啊！小崽子，你真的要从这里回家吗？这里很危险的。大龙猫眼睛里满是担忧，他没说他被弹回来后还受伤了。小崽子这么弱小，真的不会死吗？昭昭有些胆怯地看了眼深渊，这就是出去的路口吗？这也太黑了吧！小崽子，要不你就留下来吧。可是爹爹还在等着昭昭呢，昭昭必须回去。娘亲说过，如果特别害怕，就把眼睛闭上。有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说不定这黑漆漆的深渊也不是深渊呢。昭昭胡思乱想地安慰着自己，从他的手臂上滑了下去。小崽子，你说要带龙龙出去的。那龙龙你跟着我吧。龙猫大眼睛亮起了小星星，它巨大的爪子忽然在自己眉心一点，一缕银白色的光晕从它额间飞出，缓缓融入昭昭眉心。龙龙，你刚才给昭昭的是什么？龙龙也不知道，就好像龙龙应该这么做。小崽子，我好像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哦。你是不是在想回去后一定要去厨房把前天没吃到嘴的酱肘子偷出来？龙龙，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！龙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刚才，他突然就能读懂小崽崽的心声了。昭昭瞬间就乐了，龙龙也太厉害了，他能听懂自己的心声，是不是也能听懂别人的？那岂不是谁对昭昭有坏心思，龙龙都能知道？看以后还有谁敢欺负昭昭？昭昭一定在他们还没动手前，先将他们灭杀在摇篮里。先去拔光他们的胡子，再去剃掉他们的头发，再把张寡妇家的夜壶套他们头上。龙龙学着昭昭的语调，奶凶地叉着腰道。昭昭闻言，脸颊瞬间爆红。龙龙，你不可以偷听昭昭的心声。昭昭啊，谁叫我啊？昭昭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喊他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身体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往悬崖底下拽。掉下去前，下意识抓住了龙龙的大爪子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昭昭，快醒醒，是爹爹。裴荣景的声音透着焦急。这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没有醒？你不是说他身体没有问题吗？老臣真的没有发现小郡主的身体有何异样，兴许只是太累了，睡得有些沉。废物！昭昭若是有个好歹，朕一定砍了你的头。御医们一听这话，纷纷求饶。哎呀，昭昭啊，哀家的好昭昭，你快醒醒吧！昏迷中的昭昭听到吵闹声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下一秒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正面对着他抽泣的太后，乍然愣住了。昭昭，皇祖母啊！哎，他
这时回来了。昭昭眼底闪过惊喜，不管不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听到动静的裴荣景和裴景帝骤然转身，再看到昭昭正坐在床上，惊喜地打量着四周。裴荣景急忙2步走到他身前，吓死爹爹了！你刚才是怎么了？爹爹怎么喊你，你都不响。昭昭刚想开口说梦中的事情，忽然瞧见对面的空地上站着一只巨大的龙猫。小乐，你真的出来啦！大龙猫冲他呆萌的点点头。昭昭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昭昭抬起手指了指大龙猫。弟弟，昭昭在和龙龙说话呀，他就站在那里呢。几人皱眉，齐刷刷朝裴荣景身后望去，那里除了宫女什么都没有。昭昭啊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那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裴荣景也是一脸担心地望着他。太后心急地抬起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就出现癔症了？昭昭瞳孔微微放大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龙龙啊，好大好大一只龙猫，弟弟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什么大龙猫？龙猫又是什么物种？长得像龙的猫？昭昭，这是不是中邪了？林御医，快来给小郡主看看。林御医哪里敢怠慢，连滚带爬的过来。小郡主啊，你除了看到大龙猫以外，可有看到其他恐怖的东西？没有。爹爹他们怎么回事？龙龙那么大的身体摆在那里，他们竟然看不见。龙龙灵活地挪了过来，期间挨到了裴景帝，也从他的身体中何处穿了过去。龙龙，他们怎么看不见你呢？龙龙也不知道哎，不过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见到了脏东西，还准备请国师进宫给你驱邪。海公公，你立刻拿着朕的令牌出宫去寻找国师前来。海公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连忙接过令牌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海公公，昭昭真的没有中邪，不需要找国师，你快回来，回来呀！昭昭无语了。裴荣景在他身旁坐下，眼看着就要坐在龙龙身上，昭昭立马挡住他。爹爹，龙龙坐在这里呢，你不能坐他身上哦。裴荣景脸都黑了，这该死的邪祟竟然还敢靠近昭昭。他不动声色地猛地击出一掌，直接打在了空气上。你确定感觉有点傻？不许你这么说我爹爹。这脏东西竟然还说我坏话，欺负我听不见是吧？昭昭，快到爹爹身边来。昭昭叹了口气，朝裴荣景张开了双臂。爹爹，龙龙不是坏人哦，他不会伤害昭昭的。太后在心理作用下，竟然感觉到四周凉飕飕的。昭昭啊，你真的不害怕吗？皇祖母不怕哦，龙龙说你天天为菩萨诵经，有菩萨保佑，脏东西不敢靠近你的。不过龙龙说皇祖母最好少吃臭豆腐哦，不然还会拉臭便便的。这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竟然知道我偷吃臭豆腐，每次都是让暗卫偷偷买了交给我，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吃的，就连贴身宫女都不知道啊。还有黄伯伯，龙龙说你别吃辣子啦，吃再多你也生不出女儿的，而且辣子吃多了会便秘哦，万一下次你再拉不出来，就得要人帮你掏了。你之所以生不出女儿，是因为你上辈子生不出儿子，向菩萨许愿，这辈子只要儿子的。裴景帝脸都绿了。那个叫龙龙的究竟是什么邪祟呀？竟然连这么隐秘的事情都知道！不行，除了，必须除了，邪祟不能留。昭昭亮晶晶的大眼睛咕噜噜落在了裴荣景身上。爹爹，龙龙说爹爹你……后者赶忙捂住了他的嘴。闭嘴，爹爹不想知道。谁知道裴景帝不干了。哎呀，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能这么捂着我们昭昭的嘴巴呢？还不快把我们昭昭放开，万一捂出个好歹儿，可怎么办呢？皇兄放心，臣弟自有分寸。想知道我的秘密，做梦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本国师的腿都要断了。哎呦，我的国师大人呐，事态紧急，您就跟着老奴跑快点吧。海公公半拖半拽的将国师从殿外拽了进来。什么事态紧急啊？本国师早就给皇帝算过了，未来3年他都相安无事。咱家可没有说是皇上的事儿啊。国师一愣，刚想问那是谁呀，目光倏地落在了大殿中央的昭昭身上。昭昭也瞧见了他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哼，又是这个糟老头，坏得很。裴景帝连忙走了上来。昭昭今日总是说胡话，
白日里还睡不醒，朕有些担心他中邪了，这才不得已请国师进宫一趟。中邪？国师的眼睛微微一眯，仔细地打量了昭昭一眼。那贱兮兮的小模样，哪里像中邪了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就把我大半夜叫进宫来？本国师瞧他好得很。那国师大人的意思是昭昭并未中邪，那他胡说八道的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国师啊，你确定没在昭昭身边看见什么东西？比如大龙猫？国师闻言愣了愣，目光仔细地打量了眼昭昭，微微皱眉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小东西身上干干净净，一点邪气煞气都没有，能有什么东西？本国师并未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。连龙龙都看不见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国师呢？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说话呢？什么东西本国师看不见呢？就是龙龙啊，他就站在这里呢，你还说你看不见？昭昭看啊，你就是没本事。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太记仇了？就因为当初我说了他娘亲几句坏话，就记仇到现在了？哎呦，你这个小东西，你真是气死本国师了！裴景帝和太后等人面面相觑，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国师吗？稳如泰山，仙风道骨呢？来，你个老不孝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竟然偷看花本子，哼，还是两大美男出月图，边看还边啧啧咂舌，说人家姿势不对呢。昭昭冲国师略完，忽然好奇地看向裴荣景。爹爹，什么是姿势不对啊？龙龙说他也不知道。裴荣景的脸瞬间黑了，一把捂住了昭昭的嘴巴。他闺女怎么总是口出狂言？裴景帝和太后等人彻底石化了。他们刚才听见了什么？国师竟然偷看美男出浴图？娘爷，这也太幻灭了！国师在众人心目中高大上的形象瞬间崩塌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本国师才没有。然而他欲盖弥彰的话，没有一个人相信。这个小东西是怎么知道我偷看画本子的事情啊？还是美男出浴图，就算看了又怎么样？单纯的欣赏下怎么了？昭昭才没有胡说八道，想要反驳，奈何他爹是铁了心不想放开他了。昭昭只能委屈的眨眼睛，控诉的望着裴荣景。爹爹居然向着国师，不爱昭昭了吗？裴荣景对上他的眼神一阵头疼，这小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最终还是太后笑眯眯地打破了僵局。既然昭昭不是中邪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说完还不忘偷看了眼国师，心里早就笑疯了。本来他偷吃臭豆腐的事情被昭昭说了出来，他还觉得老脸没处搁了。现在听到国师的秘密后，他心里彻底平衡了。谁的秘密有国师的炸裂呀？国师大人该不会是好男风吧？看来还是让那几个孙子以后千万别往国师府跑了，要不然哪天被国师给占了便宜，他们连说理儿的地方都没有啊！国师被太后的目光看得十分不自在，心中不免有些不悦。这老太婆一直盯着本国师干什么？难不成看上本国师了？想当初本国师也是一枚俊美飘逸的美男子，可惜啊，本国师醉心修炼，可没时间管这些小情小爱。昭昭趁着裴荣景不注意，立马扒拉下他的手。我的个娘亲呀，这国师也太自恋了，皇祖母才瞧不上他呢。昭昭的话音刚落，大殿中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。太后老脸一红，瞳孔地震地瞧着国师。那个国师，哀家绝对对你没有非分之想，还请国师莫要在心中诽谤哀家呀。裴景帝也吓得不轻。国师气炸了，真的气炸了。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昭昭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这小东西不对劲儿啊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心中在想什么呢？他目光一转，倏地落在了他脖子上的玉佩上，忽然目光一震，下意识向昭昭冲去。裴荣景条件反射地挡住他。国师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国师没时间搭理裴荣景，目光死死盯着那块玉佩。本国师给你的玉佩怎么裂了？玉佩！昭昭下意识朝脖子望去，果然看见裸露在外面的玉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。啊！娘亲留给我的玉佩！昭昭惊呼一声，一把握住了玉佩，结果他的手刚碰到玉佩就碎了。玉佩！娘亲给昭昭的玉佩碎了！
皇太后瞧见这一幕，上前安抚：“昭昭乖，不哭啊，不哭。玉佩有灵，它碎了，肯定是为了保护昭昭的。可是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娘亲，昭昭想娘亲了。哎呦，别哭啊！黄伯伯命人给你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，给你好不好啊？”可昭昭还是哭得停不下来，小身体一抽一抽的。裴荣景手足无措地替她擦拭着眼泪。昭昭不哭，明日便是清明节，爹爹陪你去替娘亲扫墓可好？昭昭听到这里，才终于止住了哭声。爹爹明天真的会带昭昭去看娘亲吗？真的，爹爹向你保证。昭昭这才止住了哭。娘亲给她的玉佩碎了，她连娘亲唯一的念想都没了。昭昭心里酸酸胀胀的，眼睛也是酸酸的，不是假装的哭，是真的感觉有东西想要疯狂的涌出来。这就是娘亲说的伤心难过吗？国师表情格外凝重，抬起手掐指算着什么，越到最后表情越严肃难看。你最近都去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？玉佩是怎么碎的？昭昭脖子一缩，将他这2天干过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包括偷钟永侯金库和炸了扶风寨的事情。不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？你是不是隐瞒了本国师？昭昭皱了皱眉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刚想把龙龙的事情告诉他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扯了下。他疑惑地转向身侧，只见龙龙举起爪子，在唇边做了个嘘的动作。昭昭表情有一瞬间疑惑，不过很快坚定地选择了相信龙龙，毕竟糟老头之前还骂过娘亲，万一让他知道了龙龙的来历，真当邪祟了怎么办？昭昭全告诉你啦。国师双眼微眯，怀疑地看了眼昭昭左侧的虚空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小东西分明是看了眼那个方向才选择隐瞒的，看来他有必要好好接触一下小东西了。国师可发现了什么不妥？国师捋了把胡须，表情恢复了淡然。也没什么不妥，本国师瞧着这丫头也4岁了，摄政王就没有想过让她学些武艺傍身吗？裴荣景闻言一愣，这他还真没想过，就连启蒙学习都是三皇侄跟他提起，他才安排的，入学也到秋后了。昭昭确实应该学些武艺傍身，否则就按照他这个爱乱跑的性子，指不定以后会遇到什么危险呢。朕也觉得是啊，就按母后说的，皇帝你尽快给昭昭找个武艺师傅吧，何必那么麻烦，本国师便可以教他。什么？国师竟然想收昭昭为徒弟？国师大人，你这是准备收昭昭郡主为徒弟吗？徒什么弟？是徒孙。这小东西要是成了他徒弟，那辈分不就乱套了吗？哎呦，这国师什么时候变成了个暴躁小老头了呀？裴荣景深邃的眼眸微垂，看了眼昭昭。昭昭想跟着国师学武功吗？昭昭不想跟他学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东西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老夫肯教你，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竟然还拒绝！哼，昭昭才不要跟你学呢！你这个老头子坏得很，一看就没有安好心。龙龙刚才都告诉他了，这老头想打听他身上的秘密，才会收他为徒孙的。哼，昭昭很聪明的，才不会上当呢。国师指着昭昭刚想发火，忽然得意地笑出声：“小丫头，你确定不做我的徒孙？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可就没有理由帮你修复玉佩了。老夫我呀，只帮我的徒孙而修。”怎么不早说？这次老头果然坏得很。他真的会修命。这次老头就是故意的。国师瞧见昭昭生闷气，暴躁的心情终于顺畅了。嘿，我还不信治不了你这个小家伙呢。小老头，跟你学武功也能像爹爹那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吗？那是自然，不仅可以飞来飞去，还可以以一当十，杀得坏人片甲不留。想当初，老夫我可是一个人从1000人的队伍中如履平地，所过之处皆是残骸。昭昭越听眼睛越亮。那昭昭愿意跟你学。哼，老夫现在还不想收徒。爹爹，你那么厉害，也可以教昭昭的吧？昭昭不拜师了，跟爹爹学好不好？国师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倒仰。哎呦我去，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经斗啊？裴荣景揶揄地偷瞄了眼国师，嘴角都翘起来了。当然可以，爹爹也很厉害哦。
好耶，那昭昭就跟爹爹学。不行，小东西，你可是老夫看中的徒孙，你只能跟老夫学。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小手伸了出去。那昭昭的办事里呢？哇，你该不会是想空手套徒孙吧？还是昭昭这么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、古灵精怪的小徒孙？国师差点抹着眼泪出宫，收了个徒孙，差点将他这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弟弟啊，国师怎么跑得那么快呀？是因为太高兴了吗？裴荣景违心的应了声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国师这么吃亏的模样，真是恨得牙痒痒又无能为力。马车刚在摄政王府停下，大黄驮着皓月就冲了出来。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大黄，快看看昭昭今天都收获了什么。昭昭刚刚将荷包打开，就发现刚才国师给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。该不会是糟老头子骗我的吧？不灵不灵的大宝石呢？还有那些珍贵的丹药呢？就在这时，一声不合时宜的打嗝声响起，昭昭倏地转头，就瞧见大龙猫正惬意地眯起眼睛，揉着自己肚子。龙龙，你该不会把昭昭的东西都吃了吧？喵，抱歉啊，龙龙一看见宝物就忍不住想吃进肚子里。昭昭想要的话，龙龙还可以给你吐出来啊。昭昭眼睛一亮，忽然想起来他在神秘地方中的时候，也曾将吃过的东西都吐出来过。难道龙龙的肚子可以储物？龙龙，那些东西是不是只要进了你的肚子，就会一直保持原样呢？好像是啊，喵。好耶，那以后昭昭的东西就都可以放在龙龙这里啦。龙龙双眼眯成了月牙状，裴荣景交代了管家几句话，这才走到昭昭身边。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嘿，不告诉爹爹。昭昭不是不信任爹爹，而是怕吓到他。毕竟爹爹可是一直认为龙龙是邪祟呢，要是再把国师请过来要抓龙龙怎么办？小丫头，还有秘密了？裴荣景失笑地摇摇头。好了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明日爹爹带你去给你娘亲上坟。听到他提起娘亲，昭昭的眼神闪过一抹黯然。晚上昭昭太过想念娘亲了，还做了个梦，梦里娘亲眉宇间都是笑意，喊她昭昭。天刚微微亮，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处半山腰。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，蹭蹭蹭就朝坟头跑去。刚跑了一半，猛地急刹车，在看到坟头上的情况时，再次加快了脚步。娘亲，娘亲！裴荣景等人也发现了坟头的异样，追了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跑了温小姐的坟？不仅如此，就连棺材都被人掀开了，里面此时空无一物。娘亲，娘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动了娘亲？裴荣景不忍心的上前抱住他。燕雨，给本王查，好好查，一定要揪出幕后之人。人死如灯灭，究竟是谁竟然如此歹毒？人死了都不让他安生。两条小花蛇从坟墓中爬了出来。又有人来刨坟了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波了？没记错的话，已经是第3波了。这些人干嘛对一个尸体这么执着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那尸体是怎么消失的？我记得第1波刨坟的人打开棺材的时候，里面就是空的呀。该不会下葬的就是空棺材吧？有可能。裴荣景因为抱着昭昭，将两条小花蛇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爹爹，娘亲她当初就是爹爹让人下葬的，难道是爹爹藏了娘亲的尸体吗？裴荣景眉心一跳，知道小家伙可能是误会了，连忙冷着脸转向燕语。燕语，当初温师爷下葬时是否在棺材中？王爷，是属下亲眼看着温小姐被装入棺中，钉上棺材钉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空棺。那就说明温师仪下葬时还在棺材里，那他又是如何从棺材中消失的？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来刨坟开棺？裴荣景靠近了下棺材，观察了一下，棺材十分干净，根本不像是装过死人用的，另外一点异味都没有，这很不正常。燕语，温师仪入棺时可还有什么异样？燕语拧着眉努力想了下。回王爷，并无任何异样，除了有些太过轻了些，可能是温小姐生活的并不如意，所以体重相较于其他女子要轻得多。昭昭的眼泪又要掉下来，娘亲总是心疼她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紧着她吃，所以才会那么瘦。
什么味儿？好臭！不，该死的黄鼠狼，它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放屁？熏死了！哇，下次碰见一定要叼它的尾巴。2条小花蛇着急忙慌地扭走了，似乎多待1刻钟都是一种折磨。黄鼠狼的臭屁，这里是半山腰，有黄鼠狼也很正常。王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裴荣景眯着眼睛摇了摇头。走吧，先跟爹爹回去。你娘亲的事情，爹爹会让人调查清楚的。昭昭挂着泪珠点点头，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眼敞开的坟包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娘亲是不是没有死。从山上回去，昭昭就病了，梦里不断喊着娘亲。期间裴景帝和太后都来看过了，但是昭昭就是不醒来。最后没办法，不仅把秦谷主给请回来，就连国师都一并到场。结果秦谷主把过脉后说，我徒儿身体好得很，这是忧思过重，自己不愿意醒来。国师表情有些凝重地掐着手指，心情别提多糟糕了。你是说你带着小东西去上坟，发现温十一的坟被人给刨了？是，以现场的痕迹来看，至少有2拨人刨坟。国师手指头掐得都快冒火星子，愣是没算出来怎么回事。怪了，他现在竟然算不出那坏东西的命格了，甚至连刨坟的人都算得模糊不清，依稀直指南方。这丫头顾念太深了，一时半会儿是醒不来了。护国寺有一方净莲池，池中的莲花有清心的功效，你即刻带着小东西前往护国寺，求一株净莲放于床头，只需1晚，他便可以醒来。多谢国师。裴荣景答应了下来，便安排人即刻启程。天快黑时，马车终于在山脚下停下。剩下的台阶，裴荣景只能抱着昭昭一步步踏上去。半山腰上已经有小和尚在等候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可是裴施主？小师傅怎知我们会来？是方丈知晓了贵人今夜会来此，特让我在此等候的。施主，请。裴荣景眼眸微垂，带着人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护国寺的方丈不愧是先皇的师傅，竟然如此厉害，连他们今夜会来都算到了。约莫走了半个时辰，小和尚直接带着他们到了有净莲池的院落。施主，方丈说了，池中的净莲，施主可以自行去取，待明日天亮再接见贵客。多谢。小和尚行了一礼后退了出去。裴荣景打量着小和尚离开的背影，微微皱眉。王爷，可是有哪里不妥？你现在去取净莲来，待会儿送到昭昭的房间。是。一会儿，燕语就将净莲带了进来，他将净莲放在了盆中。王爷，这里有奴婢和粉桃守着，你要不先回去休息片刻？万一郡主醒了，您再病倒了怎么办？裴荣景捏了捏眉心，看了眼昭昭安静下来的睡颜，点了点头。本王就在隔壁，有情况直接喊。是，王爷。昭昭这2日睡得一点都不安稳，但是净莲刚放到床头，昭昭也跟着平静了下来。不愧是护国寺的净莲，竟然这么神奇啊！可不是，如今也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，这莲花却开得格外生机勃勃，真是令人惊叹。粉桃和青梅趴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小憩，龙龙则来到床榻旁，担忧地盯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昭昭。妙妙，醒醒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龙龙太担心了，挪动着自己胖嘟嘟的身体挤在了昭昭床头，他大眼睛咕噜噜转动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忽然低头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抵在了昭昭额头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在2人额间处猛然爆发出刺眼的银光，下一秒龙龙的身影被银光包裹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夜色黑暗，一道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朝床边靠近。躺在隔壁的裴荣景倏地睁开双眼，警惕地转向了隔壁。黑衣人蹑手蹑脚的，手中匕首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。荔枝和红英猛地从房梁上翻下来，屋内立即响起了打斗声。趴在桌子上的粉桃和青梅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中了迷药。裴荣景和燕语破门而入，手中长剑同时直指刺客。黑衣人见状，身体一滑，从窗户口翻了出去。几人对视一眼，留下裴荣景守着昭昭，其他人迅速追了出去。黑衣人身体好似泥鳅般，燕语3人合力都没办法将他拿下，尤其是红英的匕首刺入对方体内时，竟然连一丝血都没有流出来。这家伙不对劲，他似乎根本没有战斗的意思，只想赶紧逃离此处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红英非常默契地配合荔枝，断了黑衣人的退路。听到打斗声的姜慈州也带着阿玉出现在了院子里。姜大人，您怎么也在这里？查案。姜慈州与阿玉加入了战斗。就
就在几人以为他必定要束手就擒时，他忽然身体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扭动，整个人如同烂泥似的倒在地上。仅仅几个呼吸间，黑衣人的身体就化作了一滩黑水，且不断有扭动的拇指粗的虫子从黑水中往外跑。荔枝吓了一跳，猛地后退2步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姜慈周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点燃，直接丢在了黑衣人的尸体上。这是南疆的古人，原来是南疆古人，难怪我们几人合力也没有办法将他抓住。红英说完，眉头微微皱了下。属下曾听说过，这些古人极难养成，除了十分重要的暗杀，否则绝对不会用到他们。可他为什么要来刺杀小郡主？恐怕只有幕后之人知道了。片刻后，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裴荣景抱着睡得迷糊的昭昭走了出来，目光落在那簇火焰上，又淡淡的收回。方才他们的交谈声，他在屋内已然知晓。他们前脚刚来到护国寺，后脚刺客就来了。这么巧，看来黑暗中一直有一双眼睛，正时时刻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裴荣景敛住心神，转向姜慈周。软骨病的案子，姜慈周点头。可有眉目了？目前只知道他们来过护国寺，求了平安符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那些平安符我已经命人收集起来，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。西河县令今日命人来报，又有5名男童相继害病。裴荣景眸光微微动了动，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主院护国方丈的住处。明日可以先去见见无尘方丈。你怀疑他？都是来过寺庙领了平安符才出的事，方丈应该知道点什么。裴荣景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怀疑，毕竟连他河石上的山都能算到，说明这方丈本事不小，如何又不知道他寺庙的护身符有问题？要么包庇维护，要么方丈就是幕后之人。别忘了，他可是先皇的师傅，若真有问题，你们皇室也撇不开关系。本王是天下百姓的摄政王，可不是皇室的摄政王，更不是护国寺的摄政王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可就安心查案了。他还真怕查出点什么牵扯到护国寺方丈以及上面的皇室。既然裴荣景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没有包庇护国寺的意思，他自然能放开手脚查案了。送走了姜慈周等人，裴荣景抱着昭昭回了房间。因为刺杀的事情发生，裴荣景不放心，直接在昭昭房间的卧榻上合衣躺下，渐渐的困意也席卷了上来。天刚微微亮，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施主可起床了，我们方丈让我来请您过去。裴荣景从榻上坐起身，多谢，我们稍后便来。小和尚走后，粉桃和青梅端着脸盆走了进来，为两人洗漱。青梅正给他擦着脸颊时，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。小郡主，你真的醒了？裴荣景顺着目光看到昭昭漆黑圆溜溜的大眼睛，旋即起身，径直来到了昭昭身旁。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昭昭好饿，昭昭感觉自己饿的能吃下一整只烧鸡。小郡主看着是大好了，否则怎么只惦记着吃呢？粉桃姐姐不许笑我。裴荣景将她从床榻上抱起来，吃，洗漱完毕就带你去吃东西。姐姐最好啦。小贪吃鬼。昭昭脑海中猛地响起一道声音，她身体不由得一怔。龙龙，你怎么在昭昭的脑袋里啊？龙龙也不知道，龙龙见昭昭醒不过来，就想跟你贴贴，然后就进来了。龙龙，你还能出来吗？该不会以后龙龙都要住在他的脑袋里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可以试试。晚上回来再试吧。昭昭现在要去吃好吃的。龙龙见他也不在意，也安静地待在了他的脑袋里，而且他还惊奇地发现，他现在竟然可以和小崽子共享思想了。就比如，爹爹身上好香啊，是不是背着昭昭偷偷撒香粉啊？粉桃姐姐又好看又勤快的，要是以后谁娶了粉桃姐姐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龙龙缩在昭昭的识海中，不用看外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裴荣景抱着昭昭出门口，就看到了在院子中等候的小和尚。小师傅怎么没走？阿弥陀佛，方丈命我在此等候贵人，带贵人一同前往。小和尚做了一礼，这才转身带着裴荣景等人往后院走。裴荣景眸光动了动，没说什么，抬腿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昭昭好奇地瞪大眼睛瞧着小和尚的后脑勺，哇，他的脑袋又光又圆，还会反光呢。要是蜈蚣爬到他头上，会不会打滑到劈叉呢？蜈蚣劈叉会变成蜘蛛吗？
龙龙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龙龙，你刚才是在笑吗？龙龙没有笑。龙龙面无表情的撒谎，实则内心十分震惊。他原本只是能听到小崽崽心声，现在是直接思绪共享了。他就算不主动去听，小崽崽的心声也会自动钻入他的脑海中。爹爹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昭昭好饿，爹爹是不是忘了给昭昭吃饭啦？昭昭要现在跟爹爹提一下吗？什么味道？好像是虾饺的味道。还有杏仁酥还有昭昭爱吃的糯米鸡。昭昭小脑袋转来转去的，寻找着香气的飘来的方向，目光猛地和不远处的姜慈粥撞到了一起。是美人叔叔，他是来投喂昭昭了吗？姜慈粥提着好多吃的，直接来到了裴荣景身边。小馋猫，就知道你饿了。美人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当然是来看我们昭昭的呀。那昭昭想不想叔叔？想，简直太想啦！昭昭嘴上说着想，眼睛却一刻都没从他手中的食盒上挪开。哇，糯米鸡、杏仁酥，还有虾饺，昭昭想死你们了。要是再来一只酱肘子，那就完美了。姜慈粥在裴荣景身侧随行，约莫1刻钟后，小和尚才带着几人停在了禅房外。小和尚伸出手，指了指院子里的凉亭。阿弥陀佛，方丈只叫了这位贵人进去，还请几位在此等候。裴荣景走过去，将昭昭放在石凳上。爹爹进去见一下方丈，你在这里跟你姜叔叔玩一会儿。知道了，爹爹，你快去吧。裴荣景进入禅房没多久，龙龙忽然觉察到危机。有危险！昭昭啃的鸡腿倏地掉在了地上，小脑袋警惕地看向四周。危险？什么危险？龙龙，你可别吓唬昭昭。对面的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它昨天就开始跟着你。昨天夜里它刚出现，就有黑衣人刺杀你，所以龙龙担心。龙龙的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乌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径直朝着昭昭冲过来。哪里来的乌鸦？怎么会这么多？燕雨和阿玉立马抽出长剑斩杀冲来的乌鸦。姜慈粥神色有些凝重，一直将昭昭护在身后。乌鸦虽然多，但现在是大白天，这些乌鸦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只有一只断了翅膀的乌鸦跌落在地上，好似忽然清醒了般尖叫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家人怎么都死了？我的翅膀怎么断了？昭昭闻言立马蹲了下来，将小乌鸦捧在手心中。你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明明在山洞里休眠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是不是也要死了？昭昭有些于心不忍，连忙将疗伤药取出来给他敷上。龙龙，他这是失忆了吗？不是哦，他是神识被人控制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糟糕，那只猫头鹰要跑，小崽崽，快让人抓住它！昭昭猛地转身，荔枝姐姐，快抓住那只猫头鹰！荔枝条件反射地甩出短刃，将它钉在了树上。猫头鹰发出尖锐的叫声，扑腾得更加厉害。昭昭为什么要抓那只猫头鹰啊？昨天夜里，昭昭被刺杀的时候，也听到了猫头鹰叫。昭昭怀疑这是幕后之人豢养的猫头鹰。小丫头昨夜不是还在昏迷当中吗？连猫头鹰叫了没有都知道。他忽然想起来，昭昭都能听懂小金鱼说话，会知道猫头鹰也不稀奇。燕雨提着猫头鹰走了回来。咕咕，该死的人类，快放开我！安静点，再动刮光你的毛！猫头鹰顿时偃旗息鼓，脑袋耷拉下来。昭昭漆黑的眼睛咕噜噜一转。猫头鹰，你的主人让你来刺杀我的。咕咕，废话，不然看你长得好看嘛。真有眼光，我也觉得昭昭长得最好看。咕咕咕咕咕，这小丫头在说什么？她居然能听懂我说话。她刚才没有乱叫什么吧？没有把主人给暴露出来吧？你是不是在想刚才有没有暴露你主人的身份？咕咕，我说不说就不说，才不会告诉这个臭丫头，我的主人就是沈清呢。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是沈清派你来的。咕咕，猫头鹰震惊地抖动着翅膀，他刚才明明什么都没说。昭昭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姜慈粥。媒人叔叔，沈清是谁啊？这只猫头鹰的主人叫沈清。姜慈粥讶异，这就全都说了。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他瞎猜的。沈清就是你在长乐坊见过的平阳侯的外孙。是他就是坏姨姨的表弟，也是经常找人欺负娘亲的人，他也是个坏蛋。媒人叔叔，那是沈清想要杀昭昭吗？有可能，不过他应该只是被人利用了。沈清是大圣朝的人，断不可能会什么巫蛊之术，更加不可能养出来蛊人。姜慈粥危险地盯着猫头鹰，质问道：这些蝙蝠和昨天的黑衣人都是你叫来的？咕咕，
我这替这小丫头没错，可我根本就没有下手，好不好？主人安排的今夜动手的刺客都还没下手呢，怎么使盆子就先扣到我头上了？哦，你还挺有文化的，都知道使盆子。娘的，感觉被一个小崽子给嘲讽了。美人叔叔啊，他和昨天的黑衣人不是一伙的，不过沈清安排了刺客，准备今晚刺杀昭昭哦。他怎么就这么水灵灵的说出来了？我也没开口啊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嘿嘿，龙龙的读心术可不是盖的。小郡主放心，有我们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姜慈州冲阿玉打了个手势，既然咱们这位沈大人活得不耐烦了，那本官就帮帮他。你去安排人手，今夜务必留下活口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咕咕咕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有本事冲茵茵来，别伤害我主人！哎呦，你还挺忠心的。废话，那可是茵茵的主人，每天都给茵茵吃2斤肉，茵茵能不忠心吗？那昭昭每天都给你吃肉肉，你也能听昭昭的话吗？你当茵茵是什么？我可是一只有骨气、有原则的鹰，我不愿意啊。那算了，一会儿就让烟雨叔叔把你炖了喂我的大黄吃。不是，你倒多劝2句啊，比如他给我吃2斤，你给我吃3斤，行不行？1斤，不能再多了。2斤，我马上投靠你。我家大黄还没有吃过炖猫头鹰呢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主人，请尽情吩咐茵茵。哎呦，你的骨气呢？你的原则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命都没了，还要骨气做什么？要原则干什么？他心里就没有一点逼数吗？猫头鹰也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真的气的，眼看着就要晕了。昭昭连忙让荔枝将短刃抽了出来，给猫头鹰也上了点药。昭昭这才让荔枝将他们都带回去疗伤。昭昭坐在凉亭里，将姜慈州带来的吃的全吃完了。爹爹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姜慈州宠溺地看着他。无聊了？那叔叔带你去寺庙里转转，今日恰逢15，来寺庙的香客会很多，外面肯定很热闹。好啊好啊。几人走得很快，不一会就到了寺庙的前院。此处香火鼎盛，不断有香火的烟雾飘出来。龙龙，你快看，那里有个人在求签呢。他在求菩萨保佑他肚子里的小宝宝平安降世。哇，那2个人是夫妻吗？他们看起来好恩爱耶。那个男人在想，一会儿带他的妻子去后山，然后将她推下去，假装失足摔死，他就可以娶他心爱的柔娘了。惊天大瓜，惊天大瓜啊！呸，是今天凶案现场啊！不对，还没开始呢，还不算是凶案现场，那应该叫什么呢？昭昭感觉脑壳响得有点疼，他猫着腰穿过人群，准备追上去看看，还没跑出去2步，后衣领就被人给抓住了。小郡主，这是准备去哪里啊？嘿嘿，红英姐姐，昭昭没有乱跑，昭昭就是想去那里看一看。红英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。小郡主要去后山干什么？当然是看渣男杀妻啊！呸，当然是去救人啊！可是昭昭现在说了，红英姐姐肯定不信，她眼珠子咕噜噜一转。红英姐姐，昭昭听说后山的风景很好看的，昭昭想去看看，好不好嘛？这王爷这会儿还在方丈那里没出来，他不敢擅作主张。有2只蝴蝶飞了过来，快看，是能听懂我们话的小丫头，她竟然来了护国寺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快带她去看看后山吧。那里，昭昭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拍。你想去后山吗？昭昭刚才只是八卦，但是现在是真的想去了。蝴蝶们刚才说后山那里有恐怖的叫声，请他帮忙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姜慈州目光不经意间朝前方的2只蝴蝶看了眼，刚才是他们在说话，为什么我能听到？他下意识地挪开了拍着昭昭肩膀的手，果然那2道声音消失了。所以只要触碰到那小丫头，就能听到蝴蝶的声音。那就去吧，叔叔陪你去。好耶，美人叔叔最好了。姜慈州眼底划过一丝笑意。可是王爷，本官会让我的人留下来，等你家王爷从方丈禅房里出来，就会告知他昭昭的去向。红英闻言也不再过多阻拦，只好跟随他们一同去了后山。后山悬崖边上，琳琅，你怎么约我到这里来了？芸娘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就是在此处与我一见钟情，我呀，这是带你来故地重游一下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你还想这些？男子眼底闪过寒光，搂着叫芸娘的女子朝悬崖边靠近。芸娘，你快看，那里是不是长了一株攀云花呀？当真是攀云花吗？我瞧瞧。芸娘刚准备探出身子去看一眼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扑哧扑哧的笑声。琳琅准备推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这里怎么还有人呢？他猛地转身，就看到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了好几个人。悬崖上才没有什么攀云花，他是骗你的，他想趁你不注意将你推下去，伪装成你失足坠崖的假象。芸娘惊讶地看向琳琅，后者顿时面红耳赤。你这贱丫头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然想要破坏我跟芸娘的感情！红英眼神一厉，脚步如风。
我家小郡主也是你能骂的啊！琳琅，芸娘心疼的扑过去，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。琳琅脑瓜子嗡嗡的，她错愕的看向昭昭。你是小郡主？昭昭不屑的扬起头，琳琅连忙跪地认错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小郡主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。昭昭才不要理他，而是看向了芸娘。你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个外室吗？叫什么柔娘。他今天带你过来，才不是重温你们的过去，而是想要把你杀了。芸娘眼底都是震惊，看向琳琅的眼神都带上了怀疑。芸娘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对芸娘的心天地可见，我绝对不会。他想先安抚了你，然后再找机会杀你。哦，他想把你扔到你家后院的井里，你经常在那里打水，就算掉进去了也不会让人怀疑。琳琅猛地抬起头，他心里刚有了这个想法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饶是不相信的芸娘此时的眼神也变了。芸娘，你相信我，夫君真的没有。柔娘就是你家村东头的小寡妇，去年刚死了相公，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。之所以要杀了你，是因为柔娘怀孕了，她想让他们的孩子光明正大的出生。芸娘顿时心如死灰，难怪这些日子见张寡妇圆润了不少，原来竟是怀孕了，还是我相公的种。好你个林恒，老娘辛苦赚钱供你读书，你今年才刚中了个秀才，你就想这样杀鸡换人是吧？看老娘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！昭昭捂着嘴偷偷笑，蝴蝶又飞了过来。丫头，快跟我们来，那屋檐手又响起来了，快来，再不去啊就听不见了。昭昭闻言连忙提起裙子跟上去，刚跑出2步就被人从身后抱起来。叔叔抱你。禅房内，白发白眉的老者将一枚棋子放在了棋盘上，抬眸微微看了眼裴荣景。你今日有些心不在焉。裴荣景转动着手中的黑棋，并未落下。不知方丈可知，贵寺的平安符可以使幼童患上软骨症？无尘方丈执棋的手微微一顿，还是将白子落下。命也，缘也，此次因果，贫僧也无法插手。方丈这是何意？难不成您想包庇凶手？贫僧虽然无法插手此事，但是变数已经出现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真相。这个变数就是你的女儿。裴荣景敛了敛眉眼，拧眉了片刻，最终站起了身。荣景先行告退。他不再过多停留，径直转身往门外走去。施主莫要再窥探天机，否则必伤根本。裴荣景神色一凛，窥探天机是昭昭吗？从禅房中出来，裴荣景没见到昭昭，倒是瞧见了江慈州安排的人。主人带小郡主去了后山，命属下在此等候王爷。裴荣景眼眸闪了闪，也朝后山而去。后山越往后面走，天空反而看起来乌云密布的，似乎有下雨的征兆。不知道是风声还是哭声，从后山的一处竹林深处传出来。蝴蝶飞得越来越快，昭昭几人的脚步也跟得越来越快。叔叔，你有听见哭声吗？江慈州抱着昭昭在竹林外站定，拧眉听了一会儿，呜呜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断断续续的，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哭声。小郡主，要不您还是跟属下回去吧，这地方给属下一种极其不好的感觉。燕语也觉察到了一丝不安。江大人，不如我们等王爷来了再做打算。小丫头，你们快来！蝴蝶忽然惨叫了声，紧接着什么声音都没了。叔叔，蝴蝶！昭昭急得话都不会说了。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让美人叔叔知道蝴蝶遇到危险了？江慈州抱着昭昭后退数步，更加警惕地盯着竹林中。竹林中忽然响起了脚步声，窸窸窣窣地夹杂着轻微的树叶被踩出来的沙沙声。那脚步声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，红英敏锐地靠近昭昭。江大人，我们快走！燕语也抽出了长剑，做出了防御状。恐怕走不了了。竹林的迷雾中，一道人影缓缓显现出来。被你们发现了，想活命吗？把那个小丫头留下来！只会装神弄鬼的阿杂货，还想要我家小主子，你做梦！看来你们都不想活着呀，那就都去死吧！你到底是谁？敢在此行刺，你就不怕逃不出去？好这就是我的地盘，我需要逃到哪里去啊？你们可逃不出去的。昭昭目光快速在林中搜索，忽然他耳边再次响起了蝴蝶虚弱的声音：小丫头，
快进来，这里面有一处山洞。昭昭下意识看向江慈洲，还不等他开口，江慈洲已经抱着他快速地绕过了3人的打斗，径直冲进了竹林深处。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喂，说的好像我们不进去，你就不杀我们似的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你害怕的东西啊？叔叔，我们快走。那人死死地盯着昭昭，发狂似的想要冲上来阻止他们。昭昭他们刚冲进竹林，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只见竹林的迷雾中竟然站了密密麻麻说不清的人，那些人全部低着头，好似失去了意识一般，一动不动。叔叔，好多人！别怕，这些人并没有呼吸，他们全部都是死人。快来这里！蝴蝶的声音再次从深处传来。江慈洲眼眸眯了眯，径直从这些人身旁穿过。竹林和迷雾似乎就是为了掩藏这些死人的。穿过竹林便是一片空地，山体的最下方赫然有一处山洞。来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昭昭不知道为何心中有个预感，好像自己要是不进去一定会后悔。江慈洲看出了昭昭的心思，不动声色地抱着他靠近。害怕吗？如果害怕就抱紧我。江慈洲抬起腿，毫不犹豫地踏入山洞中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穿过山洞的甬道，眼前赫然一亮。只见山洞的深处竟然是一个空间，山洞的最里面有一张冰床，上面躺着一名青衣少年。叔叔，那里有人！江慈洲凝神望了过去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才抱着昭昭靠近。刚走到冰床前，再看到少年的面容时，冰床上的哪里是什么少年，根本就是一具尸体，还是一具死了不知道多久的尸体。细微的呜咽声再次响起，却是从冰床的另一侧发出来了。叔叔！江慈洲抱着他绕过冰床，看向里面。太子哥哥！呜咽声戛然而止。昭昭妹妹，是昭昭妹妹，太好了，我不用死了。江慈洲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太子殿下，他神色有些凝重地打量了眼对方，确定真的是太子后，才将昭昭放下来，快步上去将捆着他的绳子解开。太子怎么被困于此处？为何宫中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按道理说，太子殿下失踪乃是大事，宫里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，且昨日早朝的时候也不见陛下有丝毫慌张之色，所以太子是今日才被困在这里。太子，你是何时上山的？裴敬轩拆掉了口中的抹布，喘了口气。江大人，你们难道不是因为姑失踪才来找姑的吗？姑都被困在此处快1月有余了。什么？太子哥哥，你已经被困了这么久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太子哥哥失踪，为何爹爹从未提起过？你当真被困了这么久？姑骗你做甚？自从上次姑中了噬心曼陀被解了之后，再次醒来就在这里了。抓姑来的人什么也不说，每天就在姑身上抹各种草药，还神神叨叨的，什么魂归来兮、借体复生之类的狂悖之言。太子刚站起身，就看到了冰床上干枯的尸体。那个疯子，该不会是想让这人的魂魄抢夺姑的身体吧？昭昭有些同情地看着他，那疯子还真有可能这么想的。太子既然在此处被困了如此之久，为何陛下和宫中竟无人知晓？莫非是殿下的东宫有人刻意隐瞒了此事吗？不可能，母后每隔7日必定会去看过，说是1次2次便还罢了，1个月都见不到过，母后不会善罢甘休，除非……有人冒充顶替了你。姑就说宫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救姑，姑还以为我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。难怪太子哥哥从来不找昭昭玩，都是2哥、3哥和6哥来。原来宫里的是冒牌货。快离开这里！疯子又来了！昭昭呼吸猛地一滞，都来不及去寻找蝴蝶的踪迹。太子哥哥，焦叔叔，快离开这里！江慈洲神色一凛，弯腰顺手捞起昭昭，转身朝洞口跑。啊，怎么突然就跑了？不跑等死啊！对啊，逃命要紧！来了！好多，害怕！蝴蝶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几乎要听不见了。昭昭紧紧搂着江慈洲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江慈洲整个人也紧绷了起来，杂乱无章的脚步声骤然从洞口传来。进了我的洞穴，你们还想跑吗？都来送死吧！跑在最前面的江慈洲猛地刹住脚步，透过阴暗的通道看清了洞口的一切。只见那高大的男子身后站了一排排的死尸，尖锐的哨声划过，死尸们齐刷刷抬起头，瞳孔倏地张开，血红的眼眸阴森恐怖。睁开眼了！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退！可里面也出不去啊！裴敬轩嘴上虽然这么说着，还是听话的转身往里跑。江慈洲护着昭昭再次退回了洞穴中，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高大的身影逐渐显露在人前。
看到他的模样，昭昭和裴静轩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不行了，妹妹，太好笑了。昭昭肚子都小疼了，他怎么长这样？太子哥哥，你在这里这么久了，难道就没有见过他长这样吗？我没见过他的长相，他每次来都是戴着毡帽，根本没有露出来过。这真的不怪他，实在是眼前的人长得太抽象了。你们不许笑，你们再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大卸八块？伴随着他那阴柔的嗓音，昭昭和太子再一次捧腹大笑。疯子可能是在和燕羽和红英打斗时不小心掉落了毡帽，这才露出了本来面目。太子哥哥，他上辈子是不是猪投胎的，所以才长得这么奇怪？有可能。不行了，我肚子好痛。死！你们都给我去死！他凶狠地抓起口哨，猛地吹响，守在洞口外的古人瞬间被唤醒，齐刷刷朝洞穴中冲进来。快别笑了，你难道真的想死在这里吗？他的话好像一盆冷水泼在裴静轩的头顶，瞬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。不，本殿下不想死啊！那还不跑，等着被抓吗？太子欲哭无泪，洞口都被堵住了，往哪里跑啊？无命萧爷！姜慈周目光迅速在山洞中扫视了一圈，除了头顶的位置，似乎真的没有其他出口。可是头顶的距离太高，他单独一人飞出还行，若是带上昭昭和裴静轩，显然有些困难，一个不慎，很可能万劫不复。小崽崽，快去冰床旁边，疯子在害怕，他怕你们伤害那具尸体。昭昭眼睛倏的一亮，太子哥哥，美人叔叔，我们快去冰床那里。姜慈周和裴静轩对视一眼，迅速做出了选择。快，拦住他们，不准他们靠近冰床！可不等他说完，姜慈周已经带着太子以极其快的速度飞到了冰床旁。姜慈周手中软剑搭在尸体脖子上，退后，否则我斩了他！疯子死死咬着牙，一动不动。姜慈周手中软剑下压几分，割破了尸体的表皮，让他们全部退出山洞，别让我重复第3遍。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出来！乖，出来！他嘴巴含糊不清的，姜慈周等人并未听清楚他说什么。他在干什么？我怎么觉得毛骨悚然的？昭昭也是。昭昭刚说完，就听见耳边传来嘶嘶嘶的声音。好饿呀！吃血！声音是从身侧的尸体上发出的，一只漆黑的虫子嗖的一声从尸体的伤口处射出。姜慈周目光骤缩，手中动作快过大脑，漆黑的虫子已经被他捏在手心中。本以为虫子已经被捏死，刚想松一口气，下一秒手心一阵刺痛，虫子快速的钻入他手心。虫子进去了。美人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姜慈周皱了皱眉，无碍。那虫子是蛊虫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等出去后赶紧让御医帮你诊治。姜慈周轻轻的应了一声，目光再次转向了疯子。长生骨，你把我的长生骨还给我！随着他再次尖锐刺耳的喊叫，那些古人全部发疯了似的冲向几人。洞顶上忽然丢下来2根绳子。姜大人，快带小郡主上来！燕羽刚说完，就看到了跟在姜慈周身旁的裴静轩。太子，别废话，快拉我们上去！姜慈周抱着昭昭，单手抓住绳索，下一秒整个人突然腾空，太子也紧跟其后。你偷了我的长生骨，还想逃？你给我留下来！古人们好似疯了般叠罗汉似的攀爬上去，人踩着人，争先恐后的向上冲。眼看着古人即将抓住他们，红英瞬间掏出腰间的烈酒洒下，又从衣襟中抹出火折子点燃扔下去。火折子刚碰到烈酒，轰的一声燃烧起来。古人好似十分惧怕这些火焰，然而那些火焰如同灵蛇般，刚触碰到他们就顺势而上，将最近的古人整个吞噬。一声口哨嘹亮的划过，没有触碰到火焰的古人全部受到命令迅速后退，以奇快的速度逃出山洞。
江慈洲带着昭昭和裴静轩几人一刻不敢停地往竹林外的方向逃。然而疯子和古人的速度不是盖的，几个呼吸间就全部追了上来。长生果，长生果，我的长生果！古人们接收到命令，一部分迅速拖住了燕雨等人，一部分跟随疯子，疯狂地朝江慈洲发动攻击。不好了，小崽崽，长生谷进入了你美人叔叔体内，疯子肯定会对你们不死不休的。龙龙，什么是长生谷啊？很重要吗？疯子为什么非要得到它？长生、续命、还魂，他现在状态很不稳定，心声也断断续续，龙龙听不懂。长生、续命，难道钻进美人叔叔体内的蛊虫可以帮人起死回生吗？也许是这样。疯子被江慈洲一剑刺中了手臂，他痛苦地退了出去，血红的眼睛仇视地盯着江慈洲。攻击燕雨和红英等人的古人退了回来，竟然开始全部围攻江慈洲。红英见状立马冲了过来，江大人，快将小郡主给属下！这些古人明显都是冲着江慈洲去的，小郡主再跟他待在一起只会更危险。江慈洲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试图将昭昭从空中抛给红英，但是疯子也瞧出了他的意图。这个小丫头看来对你很重要，那就先让她去死吧。本来看着小丫头体质不错，想要练成古王的，现在还是去死吧。江慈洲眼神一沉，迅速护着昭昭撤退。古人整个形成包围圈，红英不管不顾地杀入其中，想要从一侧找出突破口。燕雨和裴静轩也杀了上来帮忙。小心！疯子不知何时趁所有人专心对付古人时，竟然绕到了江慈洲的身后，手中的利刃射向他怀中的昭昭。江慈洲神色一震，迅速转身想要躲避利刃，对面的古人长剑狠狠刺向昭昭。江慈洲下意识将怀中的昭昭抛了出去。昭昭整个身体猛地腾空，然后又急速下降。小郡主！昭昭！江慈洲被利刃和长剑同时刺中，艰难地回头看去，瞳孔骤然紧缩。原来他下意识扔出的位置竟然是悬崖。昭昭！江慈洲吐出一口鲜血后，转身朝着昭昭掉落的悬崖跳下。正在下坠的昭昭忽然感觉到自己被一个温热的身体抱住。美人叔叔！昭昭只感觉天旋地转，等他再次恢复意识时，湍急的河流将他和江慈洲冲到了岸边。小崽崽，快醒醒！你美人叔叔快不行了！昭昭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。美人叔叔！昭昭咕噜噜从地上爬起来，跑到了江慈洲的身边。昭昭手忙脚乱地掏出荷包中的疗伤药，一股脑倒在了他的伤口上。美人叔叔，你快醒醒啊！你不能死，昭昭不要你死！小崽崽别哭了，你再哭下去，他指不定真死了。那昭昭现在怎么办？这附近应该有山洞，你想办法将他带入山洞中。这里夜晚温度极低，他还受着伤，万一再受寒发热，就不好办了。你说的对，昭昭要救美人叔叔。昭昭在四周扫了一圈，果然在岸边不远处发现了一处小山洞。找到了！呵，快躲开！昭昭下意识朝身后望去，断剑的利刃擦着他的脸颊划过，险些划伤他的脸。美人叔叔！江慈洲不知何时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漆黑的瞳孔已经变成了红色，散落下来的墨色长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雪白。美人叔叔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一定是因为长生果。龙龙窥探了下对方的内心，结果一片虚无。小崽崽，你快躲起来！你美人叔叔的状态不对劲，他竟然没有心声。可是美人叔叔他还受着伤呢。结果昭昭的话刚说完，竟然发现江慈洲的伤口不知何时已经愈合。昭昭震惊地瞪大了眼，江慈洲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昭昭，瞳孔却一点也不聚焦，就好像没有灵魂的死物。美人叔叔！江慈洲的表情一成不变，却忽然冲昭昭出手。快跑！昭昭吓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恰好躲过了攻击，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爬起来就跑。美人叔叔是要杀了昭昭吗？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美人叔叔了。他就是昭昭声音戛然而止，后颈已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，对方轻易地将他提了起来，送到自己眼前。你为什么要跑？美人叔叔，我是昭昭。昭昭！江慈洲用力的手忽然停下来，歪着头，眼底的茫然更深。我是
昭昭，我是你最喜欢的昭昭。姜慈周茫然的神色似乎恢复了短暂的清明。吃饿。姜慈周放开了昭昭，好像讨要零嘴的孩子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吃，我有好多吃的。龙龙，快把皇祖母赏给我的吃的都吐出来，我要给美人叔叔吃。好的，马上。隆隆虚影忽然从昭昭的脑袋上冒了出来，对着空地哗啦啦吐了一地，其中不只有桂花糕、栗子酥，甚至酱肘子、糯米鸡、烤鸭都在其中。龙龙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偷吃了小厨房啊？嘿嘿，你睡着的时候，龙龙实在嘴馋，就去把王府小厨房里的吃的都吃了。我就知道。哼！姜慈周呆愣愣地低下头，看向堆在地上的一堆吃的，茫然的眼睛眨了眨，却没有动。昭昭赶紧蹲下去，捡起一只酱肘子递给他。那美人叔叔，这个给你吃，这可是昭昭最喜欢吃的。现在昭昭要把它让给美人叔叔。姜慈周没接，依旧盯着昭昭。吃血。昭昭忍不住一抖。龙龙，我怎么觉得美人叔叔想要吃的是我呀？你的感觉没有错，他想要吸你的血。昭昭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大概率是跑不掉了。昭昭欲哭无泪，抬头看了眼对面的姜慈周，只见他还是满眼纯真的望着他，竟然看起来还有那么一丢丢可怜。